不会是又迷路了吧？他都在这儿待着2刻钟了，就这女的足足绕了3、4圈，明知道自己是个路痴还瞎晃悠，怎么样？这是打算绕到过年吗？王爷，怎么办？叫他过来。是，卑职现在就去。好像被人捷足先登了。贺东刚下马，就看到咯哒咯哒咯哒，骑马而来的将爵勒住缰绳，停在云南月的身侧。哎呦我去！光天化日之下强抢良家。贺东原本想说强抢良家妇女，可是转念一想，良家妇女这4个字儿，也就妇女这俩字儿和云南月搭边吧。这大理寺少卿打算用强吗？看到2个人在那里拉拉扯扯，感受到一阵阵寒意的贺东挑起眉来，回头又看了一眼马车中自家王爷那双能阴沉的滴出水的眼睛，不由得吞了口唾沫。完蛋了，云南月，你完犊子了！敢当着王爷的面和前男友暧昧不清。哎呦，这一次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喽！松开！本官没时间和你废话，上马！我说，松开！目光扫了一眼将爵抓着自己的狗爪子，不等马上的男人将要开口，一记后过肩摔，将他狠狠地摔在地上。棒！将爵倒地之时，尘土飞扬。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所以少卿大人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此时咯哒咯哒咯哒，马蹄声声响起，一辆马车进入了人群中。不劳烦少卿大人，我们王爷也正要进宫。南岳夫人，请上车。马车里坐的是谁呀？不用我说，你能猜到了吧？哎，对，就是那个叶君爵。上车。这娘们真是一点也不懂事啊！没看王爷满脸写着不高兴吗？咋还想当着王爷的面和你前任旧情复合呗？奇了怪了，明明是一个脾气臭、性格又恶劣的女人，怎么陆泽谦也好，将军也罢，一个个都往上贴呢？这娘们到底有什么魔力啊？看啥？还不上车？王爷可没时间等你太久。贺东出言提醒：“我的天哪，你赶紧上车进宫啊！明知道自己是个路痴，你瞎转悠什么呢？”那便劳烦九皇叔了。并不是说他在将爵和叶君爵之间选择了后者，选将爵，那他怕自己半道上杀性大发，一不小心把他给灭了。咯哒咯哒咯哒，马蹄声声回荡在耳畔。云南月坐在马车的边边角，尽可能离着狗王爷远一点。该死的女人，亲都亲过了，看也看过了，竟然装作不认识本王。一路上，云南月都在闭目养神，没有开口和叶君爵说上一句话。此时马车突然停下，这惯性的作用使得叶君爵身子前倾，很是不小心的倒在了云南月的身边。而倒在角落中的云南月睁开双眼，眼前就是叶君爵的脸，这近的都能清楚地感应到对方脸颊上的温度。王爷，前方道路拥堵，卑职换一条路可以吗？叶君爵哼了一声，马车再一次开始咯噔。马车里俩人依旧保持着某王爷上某女人下的姿势。本王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哎呀，那一副失意之人隐隐记得相似画面的表情，那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的脸上啊。自然见过，前几世爆炸之后，王爷见过民妇。以前，更久远之前，为何本王看到你的眼睛总觉得如此熟悉？大手轻轻地沿着云南月的脸颊摩挲着，叶君爵努力地扮演着，是努力地思考着，像是要冲破记忆的枷锁，记起些什么。好疼！紧握双拳，某王爷整个人顺势趴在云南月的怀里。本王的头好疼。九皇叔，您还是别想了，我们真的不认识，或许你认识的某个人与我相似罢了。云南月想要推开他，可是看到他被头疼折磨的双眼赤红，一时间心软了。你先坐好了，我来给你按按穴位，减轻一下头疼的症状。你会医术？一点点而已，治疗头疼脑热还是可以的。好。叶君爵知道自己急不得，虽然这小寡妇身上的芳香，让他疯狂的想将其拥入怀中，可他还是强忍着冲动坐起来，由着云南月握着他的手，压按着虎口。可好一些了？为何本王见到你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方才想要想起更多之事，脑子里就像当真从未相识。九皇叔，您是叶北国高高在上的王爷，民妇只是一个带着3个孩子死了夫君的女子，你我2人并未有任何交集。云南月再一次认认真真地重复着自己和叶君爵之间的关系，那就是没得任何关系。九皇叔为何这么看着我？
某王爷现在恨不得把他扛回府去，然后将这个无情无义无心的女人牢牢地锁在笼子里，让她生生世世离不开他。当着他的面说他死了。云南月，你 very good 呀你。将军为何纠缠你？哎，他脑子有问题。这点本王赞同。本王也觉得大理寺少卿脑子有问题。在黑将绝这一点上，那两个人是出奇的一致呀。本王见少卿与你关系不一般，你是要嫁给他做续弦？别，我可没这个福分。我是有多么的想不开，才会嫁给一个渣男前任当续弦？哎，等等，续弦？少卿的夫人不是什么国公家嫡女吗？5年前将绝成为晋国公上门女婿，但去年3月初4，晋国公嫡女难产，一尸2命。妈呀，真是白瞎了晋国公嫡女了！怎么瞎了眼睛看上将绝，还要给那种渣货生孩子啊？这晋国公就没说什么？我记得晋国公就这么一个女儿啊。上门女婿半个儿，将绝即便是再娶，所生的子女也只能随晋国公姓氏。本王原以为你和将绝之间有些关系。哎，没这个可能，谁能看上那种又狗又渣的男人？云南月没有注意到，某王爷看着他八卦的小表情，眼尾挑起，那是异常的温柔。驾着车的贺东也暗自的出了口气，我去，这也就是云南月吧？这要是换了旁人，那早就是乱葬岗一具无头尸了。王爷的追妻路，哦呦，那叫一个辛苦啊！他代表叶王府全体侍卫心疼王爷2秒钟。跟紧了本王，皇宫不比外面。多谢九皇叔，麻烦了。何来麻烦？方才若不是南岳夫人为本王止了头疼，本王怕是要多痛些时候。就当本王回礼了，走吧。走到大殿中央的云南月学着古代女子行礼的方式，双手扶在腰间，行了个礼。民妇参见圣上。我操！这句我操脱口而出，这个人熟啊，不就是他在叶王府过肩摔的那个男人吗？等会儿我再仔细看看，不是这么寸吧？我应该只是长得像吧？啊！怎么样，在看到朕之后是不是傻了？当初摔朕摔的不是很嘎嘣脆吗？来啊，有本事你上来，继续给朕一个过肩摔啊！圣上不是要说太子之事吗？这个眼神中的神情是清楚不过的警告着某皇帝：你别乱来啊！你要是惹得你皇婶婶不高兴，本王也会不高兴。本王要是不高兴，你将会享受什么待遇？你自己心里有数啊！说。爆炸一事，你就是太子有功，你想要什么赏赐？云南月挑着眉，他可以肯定，这龙椅上的碎嘴子把他给认出来了。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当堂打击报复嘞？俗话说得好，这事出反常，他必有妖啊，肯定有诈。民妇什么也不要，身为叶北国百姓，路遇不平当然会出手相救，人心本善，亦是如此。本是一句句感人肺腑之言，在叶天辰的耳朵里听起来，那就是个笑话。他是真想问问云南月，你自己听听，你这些话你怎么有脸说得出的？端坐在龙椅上的碎嘴子叶天辰心中在逼逼道：南岳夫人救治太子有功，朕定是要赏赐，更是要让世人知晓，人心向善便会有福报。赏金银珠宝10匣，云锦绸缎100匹，良田100亩，赐府邸1座。叶君爵给叶天辰投去一个赞许的目光。收到夸赞的某皇帝也回了叶君爵一个九皇叔你放心的眼神，侄子给你安排的妥妥的。谢圣上。云南月再一次行礼谢恩，脑子里思考着要如何将这良田和宅邸变卖换成钱。本王要回府，一起吗？多谢九皇叔，民妇一个人回去就好了。云南月拒绝了和叶君爵同行，他手中有京都舆图，再不济叫一个古代的滴滴马车回陆府就是了。叶君爵也没有强行扛着他上车，只是看了他片刻，离开了皇宫。奇怪了，蹙着眉，云南月站在街边等了好久，也不见一辆马车出现。某女人并不知道，马车之所以不来，这功劳全归于某王爷和某王府的侍卫们。这些钱足够你1个月不用干活。告诉你们同行车夫，领了钱回家休息睡大觉去。要是敢出现坏了王爷的好事，小心你们全家老小的性命。南岳夫人，你怎么会在这儿？刚去买了点东西。云南月尴尬地笑着，也不知是站的时间久了，本来就在姨妈期的云南月肚子疼起来，腿也酸涩得厉害。上车吧，本王既然将你带进皇宫，自然也要将你送到家。马车中，叶君爵看着云南月那双犹豫不定的眸子，心中笃定他一定会上车的。那便劳烦九皇叔了，多谢九皇叔。举手之劳。虽说某王爷表面上稳如老狗，可心里
那叫一个欢腾。他可以感受得到，两个人之间的气氛不像从前那么剑拔弩张了。好，很好 ，very good， 就这样继续保持下去，然后一鼓作气，吼，把他拿下。南岳夫人家住何处？民妇暂居陆家。云南月正在盘算着碎嘴子皇帝赏的钱要怎么拿来理财，叶君觉的声音把他拉回了现实。去陆家。是王爷。回到陆府的马车上，云南月捂着犯疼的肚子，脸色有些难看。哦，这都生理期的第几天了，肚子还疼得紧。不舒服吗？还好。云南月敷衍的回应，却是感觉到一丝温暖附着在身上。抬头一看，只见叶君觉脱下玄衣蟒袍披在他身上。别看本王，本王也不知为何要这么做，但脑海里有个声音，他在告诉本王要让你暖和起来。迎上云南月的目光，叶君觉坦然地解释着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被内心支配，仅此而已。南岳夫人，你与本王当真不曾相识吗？从未。哎呀，这世人都说他冷血无情，和云南月一比，那真是小巫见了大巫了。透过车窗，叶君觉看着云南月的背影消失在眼中，那个女人竟然决绝地离去，没有回过一次头啊！云南月，本王真想看看你的心是什么做的。驾车的侍卫也看了一眼云南月，心中默默地回应着叶君觉说的问题。云南月的心应该是千年寒冰做的，再不济也是坚硬的磐石做的，反正不是肉长的。王爷对小寡妇这么好，又是以身为盾护其周全，又是珠宝首饰一箱一箱的送。是5年前是王爷有错在先，但那都是5年前的事情了，王爷也在尽力的弥补。真想不通，这云南月心里究竟怎么想的？回府。是王爷。侍卫驾着马车咯哒咯哒咯哒离开了陆府。在叶王府的马车离开陆府不久，又一辆马车停在了陆府的门前。南月，过一日是为父的60寿辰，届时带着你的3个孩子来为为父贺寿吧。靠在门边的云南月打了个哈欠，他用手指头都能想到，这云老嘚儿目的不简单呐。好啊，既然云相也邀请，我当然要到场才是。原来他就是坏蛋外公啊！趴在墙角的云星辰瞪大了眼睛，好像要将云延昌的脸狠狠地记在眼底。不可妄动，你也听到了，过一日有机会动手，不差这一时半刻。好，强行压下眼底的寒意。云烨虽然说收回了木刀，可这目光紧紧盯着马车的方向。嘻嘻嘻嘻嘻。云星辰嘿嘿嘿，可可爱爱的小脸上奸诈的表情浮现出来。我一定会让坏蛋外公的寿宴大放异彩，让坏蛋外公终身难忘。有进步，成语用对了。那当然啦，我可是非常认真的在学习哦。被夸赞的小家伙那鼻子翘到天上去了。为了显示自己是多么的有文化，积累的多么丰富，他特意多显摆2个成语。小外公这种人面兽心、老奸巨猾，滑了一跟头卡掉奶大门牙的坏蛋，一定会遭到报应的。今天那是个好日子，云相爷云年昌60大寿，各路宾客是纷纷来到云相府贺寿啊。云南月，今天是爹爹的60大寿，你就不想说些什么吗？云思蕊看云南月的每一帧眼神，都写着今日本宫要弄死你的神色。谁？云南月？哪个云南月呀？哎，是叶王府那个叶王妃吗？众人眼底的种种疑问堆在一起，想要一个答案。没错，也是被叶王扫地出门，升到18楼狱自生自灭的下堂妇。本宫还应该叫你一声长姐的同时，也要给你一个劝告。既然已经从恶罗遍地的18楼狱回来了，那便带着你的3个孩子安安稳稳地活着，莫要妄想再得到叶王的怜悯了。啥呀？云南月生了3个孩子啊！云思蕊说我不行，我会不开心；说我宝贝，更不行。难道被本宫说对了？你那3个孩子是和18楼狱中哪个野男人生的野种？不知检点的女人，你休想用那3个野种混淆皇族血脉！啪的一声，一道利落的巴掌声异常的清亮。众宾客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清亮的巴掌声，还怪好听的。云南月，你敢打本宫？啪！又是一道清脆的巴掌落在云思蕊的脸上。哎呦！众人一个个半眯着眼睛。
你，哎呀，我这个人纵有千般恶，可我唯有一点点的善良，都给了3个孩子了，所以我这人最是护短了，听不得别人说我孩子们一丢丢的不是。被当众扇了2巴掌的云思蕊气急败坏，抄起一旁的酒壶，向着云南月咣就砸过去。可这酒壶即将落下之际，被云南月一掌击碎。那碎裂的酒壶瓷片溅得哪都是，但是大部分恰巧刺入了云思蕊的脸上。本宫的脸，好疼啊！我的天，我的爹，我的娘哎！看到这一幕，在场众人是纷纷倒吸一口凉气。今儿个真他娘来得值啊！打架，他们最喜欢看了。女人打架，他们更喜欢看了。好了，打也打了，今儿爹爹60寿辰，不宜闹得太过。一直没开口的云年昌终于发话了：来人，快扶二小姐下去，找个医师看看脸。爹爹，这个贱人伤了我，你要给女儿报仇啊！云南月，你个贱人，我当初就该把你毒死！你毁了我的脸，我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既然你想去做鬼，我满足你这个愿望。正当云南月要动手了结云思蕊的时候，云年昌一个箭步上前，拦在2人的中间。怎么，云相也想跟着他一起做鬼，做一对父慈子孝的鬼父女？今日是为父60大寿，不宜杀生。哼，你过你的寿辰，我杀我的人，有关系吗？没关系。云南月不再理会云年昌的阻止，欲要当众解决了云思蕊。可就在这时，原本敞开的大门咣的一声被人关得严严实实。南燕13军，南燕13军！人群中也不知道是谁一声叫出了南燕13军。各位别怕，咱们南燕13军又不是什么杀人不眨眼的恶人，你们只要乖乖听话，便不会死。男的站左边，女的站右边，不男不女的站中间。为了保密，宾客们咻分成2排，但是人群中却没有云南月的身影。在黑衣人出现之时，他就先行一步躲入了房间里。屋子里面还有个女人，她叫云南月，是叶王府的王妃。咦，你怎么长得这德行？南燕13军的首领嫌恶地看了一眼云思蕊，他指使2个下属到屋子里找人，可是走进房间的2个人咻咻就踹飞了出去。哎呦！屋里的女人听着，给你10个喘息的功夫，乖乖的走出来，要不然老子可要大开杀戒了。随你们高兴，想杀便杀，无需过问我的意见。可跟他玩道德绑架，抱歉，他没有道德，不接受绑架。这娘们儿够狠！云南月，你个杀千刀的，赶紧滚出来呀！你他妈的滚出来！老子但凡有点皮肉伤，都会把你和你的孩子杀了喂狗！一身白衣蒙着面纱的云南月走出来，无视南燕13军的目光，他走到头领的面前，玉手轻挥，只见横在男人脖颈上的刀随着云南月的动作扑哧一声陷入血肉里，源源不断的鲜血滴落在地上。杀个人还磨磨唧唧的，别做杀手了，改行种土豆吧。小娘子，摘下面纱让哥瞧瞧呗，要是瞧住了眼，咱们2个坏蛋一起搭伙过日子如何？有钱吗？没多少。有房吗？没有。有汗血宝马吗？也没有，但哥可以抢。我有钱有房有车，还有3个孩子，以你的条件，你觉得我会看上你吗？妈儿，你这话说的有点太伤人了。他是没钱没房没车，可是他有一张帅气的脸呢。小娘子，我先办正事儿，一会儿再来找你。说，苏家的钥匙在哪里？苏玉儿是他娘亲，只有她知道钥匙在何处。小娘子，你想让小爷割了他们的头颅，还是让他们俩被碎尸万段呢？慢着，你们不能杀我，钥匙就在云南月的身上，我敢赌咒发誓，若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我没有钥匙，不信的话，你可以杀了他，我不介意。云南月，你这个蛇蝎心肠的毒妇，贱人！就在云思蕊开口骂出各种难听的脏话时，云香府大门咣的一声被人从外头破开，大理寺的侍卫和叶王府的侍卫冲了进来。有本王在，你莫怕。叶王救命啊！云南月他与南燕13军狼狈为奸，想要把我们都杀了。叶王殿下，少卿大人，本宫从宫中归来给爹爹过寿，可是这女人却勾结南燕13军，想要将我等所有人全都杀了灭口，还请叶王殿下、少卿大人将此女捉拿归案。但是无论是将爵还是南燕13军的首领，亦或是亲爹云年昌，众人的表情他是那样式的，怎么形容呢？那就像看一个傻子。
看着一脸血乎乎的女人，要不是听到熟悉的声音，知道对方姓甚名谁，江决真想开口问一句：您是何方妖孽呀？此等恶行昭昭的女子，毁了本宫容貌在先，又勾结南燕13军在后，人人得而诛之。听着耳边叭叭叭叭不停的噪音，云南月的眼底浮现出一抹烦躁。喂，南燕13军的那个黑人，这种恶人先告状的脑残反派，你们那儿要不要？我们南燕13军虽然是坏人，但我们素质高，文化高，水平高。像蕊贵人这种没脑子又恶毒的女人，在我们那儿喂猪都不配。不过嘛，像你这种武功高、智商高、长得也一定好看的心狠手辣的小美人，在我们那儿可是严重缺货。跟小爷回去，咱们1年生仨，3年生9个，如何？说着，首领男人抬起手，向着云南月的脸摸了过去，瞬间一股强大的力量扑面而来，砰的一声，霸道的掌风一巴掌把这男的呼飞了10几米。前一秒还调戏云南月的黑衣男人，此时被啪在墙上，像一幅后现代主义的挂画，散发着诡异的美感。不怕，有本王在，任何人伤不得你。将其紧紧地护在怀中，轻轻地挑起云南月额前被风吹烂的长发。看到这一幕，我勒个去！前来参加寿宴的宾客一个个眼底是燃烧着熊熊的八卦之火，抱在怀里，温柔地附上一句：不怕，有本王在。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这个桥段他们太熟悉了，好多破镜重圆的戏码都是这般狗血的走向。对了，哎呀，这接下来的剧情到底会怎么发展呢？失去孩子的云南月心生恨意，一刀刺进叶王的心脏，大声地喊道：为什么要杀了我的孩子？你不是人！被刺了一刀的叶王则是走向云南月，将发了疯的女人紧紧地抱在怀中。女人，本王要你生的孩子只能是本王的种。好一出狗血的虐恋大戏呀！这要是搬上青玉楼，保准场场爆满。王爷，你这是要勒死我，还是想闷死我？本王担心你啊！叶君爵拥着云南月的手微微的下移，从腰间不经意的滑到了屁股上，还抓了2把。看来这段时间这女人吃得不错，很是丰润呐。嘿呵，云南月对视着叶君爵的眸子，秀眉一挑，这狗王爷当众吃的豆腐，手感如何？哦，本王手滑了一下，南月若是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本王呢也可以让你摸啊。好啊。一抹弧度勾勒在唇角，云南月伸出手，双手轻轻地抚在叶君爵的腰间，随即狠狠地一用力，抡圆了拧着某王爷腰间的肉。王爷感觉如何？甚好。那这样呢？云南月手下的力度更重了1分，叶君爵依旧是面不改色，更是甚好。站在不远处的贺东是龇牙咧嘴的皱眉呀，哎呀，不用想也知道这小寡妇下手有多狠。大庭广众之下，男女依偎在一起，男人在女人耳边低语着爱恋，女人在男人面前柔情似水，这一幕羡煞了多少旁人呢？但是实际上，叶君爵和云南月的互动比暧昧多了几分暴力，比爱恋多了几分疼。娘亲亲在做什么呀？抱着娘亲亲的男人是谁？为什么那个男人要抱着娘亲亲？一连3个问句，躲在树上隐藏着小小身影的云星辰很是不解地看着这一幕。由于树叶遮挡的原因，看不清大概，他只能看到娘亲被人抱着。大理寺侍卫，叶王府侍卫，这些人来云相府做什么？还有另外一批，管他呢，敢欺负娘亲亲，一个都不能放过！啊，风来了，风来了！感知到风的方向，云星辰的小手从身前的包包抓出一把5颜6色的粉，使其随风飘荡。这是什么？好奇心的驱使下伸出手，让这粉粉落在手心里。可是还没等他看明白，整个人别看那儿有毒。有大理寺的，有叶王府的，有南燕13军的，又是祝寿，又是被人当成人质的宾客们，那更是全军覆没。这是怎么了？怎么动不了了嘞？他们是要死了没？哎呦，糟心呐！就是来祝个寿哟。要是今天知道发生这种倒霉的事儿，他们宁可是烂在家里也不出门的。你们这群大坏蛋，敢欺负我娘亲亲的大坏蛋，终究是要受到惩罚的。我云仙尘代表正义来制裁你们。
被叶君爵揽在怀中的云南月歪着脑袋看向3个小崽崽：云岩、云叶、云星辰。完蛋了。大多数的时候，云南月都是用宝贝儿、崽崽、小可爱来代替儿女的名字。一旦叫大名，那这仨崽离挨揍就不远了。娘亲亲，你的宝贝贝们担心你会被人欺负，谁要是敢欺负我们的娘亲亲，就是天下最坏最坏的坏人。我和哥哥们对坏蛋不共戴天。哦，那为娘真是要谢谢宝贝们的关心呢。娘亲亲，这个叔叔是谁呀？为什么抱着你？云星辰歪着脑袋，想要看清楚抱着娘亲的男人长什么样，还有为何在大庭广众之下抱着娘亲呢？不仅仅是女儿哦，云岩云叶的目光也盯着他，要想得到一个合情合理、合他们智商的满意答案。是坏人，是大坏蛋。云南月急中生智，将身上披着的玄色蟒袍呼一翻，直接套在叶君爵的脑袋上，更是一套连招，直接锁喉某王爷。娘亲亲制服了大坏蛋，有没有很厉害？其实啊，慌的不仅仅是云南月，叶君爵也慌了。4个人之间第一条约定，那就是见面要叫爹。若是儿女开口叫爹，那他苦心谋划的失忆人设不就作废了吗？于是某女人装作抓坏蛋，某王爷倾情配合演出，合起伙来蒙孩子。只是吧，中招倒地的人们虽然是动弹不得，可是人家脑子没有坏呀，这眼前一幕怎么让人懵逼呢？娘亲亲，可我明明看到他这样抱着你呀，就像你抱着我们一样，抱得可紧可紧了呢。不许再问，小孩子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就在此时，几道黑影窜出来，并为中招的南燕13军急不上前。3个人分别抱着云岩、云叶、云星辰消失在远方。放开我的孩子！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等到众人回过神来，院子里哪儿还有3个孩子的影子？同样也不见云南月和叶君爵。哼，放开我！我发起火来超凶的！说完话，云星辰一口咬上去。要不是刚才把包包里的药粉全部都撒完了，这些大坏蛋早就躺在地上不动了。你们3个可是重要的人质，叔叔怎么会轻而易举地放了你们呢？另外的2个人，一个抱着云岩，一个抱着云叶。成年人的力量禁锢着2人，让2个宝贝儿子无法使用玉骨扇和拔出木剑。南燕13军几人挟持着3宝狂奔在路上，身后的叶君爵和云南月是紧追不舍，2人周身迸发出彻骨的寒意。终于，南燕13军被逼到了断崖边，一座破败不堪的吊桥随风飘荡在众人的面前。叶君爵一掌几乎要了他半条命啊！若不是顾忌着云叶在那人手中，他定会一掌结果他的性命，将其打落断桥。南燕13军被一掌击中，口吐鲜血，抱着云叶的力度弱了许多。见此机会，云叶挣脱出身，拿出木剑，一剑刺进了命门。从南燕13军首领怀中挣脱的云星辰，大头朝下向下坠。小心！千钧一发之际，云南月抓住女儿的衣角，将她抱在怀里。不怕，乖乖，娘亲亲在，娘亲亲抓住你了。一手抓住断桥绳索，一手抓着闺女儿。云南月一边安抚女儿的情绪，一边焦急地寻找儿子。大宝，二宝！放心，言儿叶儿在本王怀中。孩子们安好地被叶君爵护着，云南月长长地舒了口气。可是经历了多年风霜的绳索已经无法承受哪怕1个成年人的重量，更何况是2个成年人和3个小孩子。作为男人，我们父子3人应当护着妻子、女儿和妹妹。自然。南月，绳索快断了，我们父子3个已经商量好了，会松开手。放屁！你们敢松手一个试试？没时间了，听我说，本王会好好护着言儿叶儿，你要做的便是带着女儿安全离开。本王向你保证，会用自己的性命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此时，断崖脚下的山林中，一处凹陷的山谷升起了篝火。什么味道？云岩蹙着眉，闻着空气中飘来的糊味，目光锁定在鱼上。火大了些许，尝尝看，味道还是不错的。来，尝尝父王的手艺。尽管云岩、云叶兄弟俩不想吃，可是这五脏庙饿的是叽里咕噜啊。云岩张口咬了一口烤鱼，哎呦，可这小小的牙齿像啃在石头上，疼得他皱起了眉。云叶特意翻过烧焦的那一面，咔哧也一口咬下去，可是下一秒立刻吐出来。鱼死得真冤。重新烤，由5岁的云叶长出。
虽然说呢没有任何的调料，但是这鱼烤出来呀，那是刚刚好。比起某王爷的厨艺，天上地下，云泥之别。哥，吃烤鱼。吃烤鱼。是谁啊？父王救你们的时候，撞在了水中暗石上，好疼。万幸你们平安无事。父王若是有任何意外，你们一定要照顾好娘亲和妹妹，若不然……叶君爵应情应景2声。言儿，叶儿，父王也不知道能不能亲眼看到你们成家立业了。爹爹，吃鱼。云烨知道眼前滔滔不绝的男人他是故意的，可是又不得不顺着他的意思开口叫爹爹。虽然说兄弟俩对这个爹依旧是喜欢不起来，可是他救了娘亲和妹妹，更是在落水之中用身体护住了他们，即便被卷入湍急的涡流也是不曾放手，所以说他们欠他一个人情。不错，叶儿的厨艺随了你娘亲，味道很是鲜美啊。那是自然，我的厨艺是娘亲教出来的，不像兄长一手糟糕的厨艺，总算是找到源头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别多想。山谷夜晚的风吹得有些冷，叶君爵守着夜，看着篝火不灭，又将贴身的中衣盖在云烨的身上。不愧是本王的种。2个缩小版的他，一个看似儒雅，其实腹黑；一个外表冷傲，内心细腻。他叶君爵的儿子怎么看怎么喜欢。此时原本熟睡的云岩睁开了眼睛，想问什么尽管问，父王知无不言。我想知道5年前发生的事情。想知道？想。叫爹爹。爹爹。云岩眉头一挑，最终叫了一声爹，乐得叶君爵是开心的原地飞起。这一切还要从苏家的钥匙说起。云南月15岁那年，云延昌安排她嫁入叶王府，在她身上下了念相思。念相思这种毒可以诱发出男人和女人间最原始的冲动，不但如此，在毒发的过程中稍有不慎，会让2个人死于非命的。当时父王并不知道你娘亲是被陷害，只当她是云年昌安插到叶王府，欲要杀了本王拿走盒子的恶毒女子。所以你就将我娘亲送到了18楼狱。以九皇叔的能力，叫父王什么？以爹爹的实力，完全可以拒绝娶娘亲，为何还任由云年昌将中了毒的娘亲嫁入叶王府啊？说起这一点，又要提到苏月儿死前赠予本王的盒子。当时他们正在调查10大家族一些肮脏的交易，苏月儿出现，将藏有10大家族秘密的盒子交给他，这唯一的条件就是保护云南月。父王当时想着，若是你们娘亲嫁入叶王府，也算是应了苏月儿的要求。只是没有想到啊，云年昌竟然心狠到用自己的女儿来下毒，导致他们夫妻分别了5年之久。5年前的事情，父王也有错在先，当时中了毒，神志不清。何况你们娘亲醒来之后，对父王上下其手，又要杀了父王，所以……九皇，爹爹这些话当真？即便父王欺瞒世间所有人，也不会欺骗你们。在他得知当年事情的真相之后，心中有着对云南月的愧疚，更是在随后的相处中，这份愧疚成了爱。爹爹当真喜欢我娘亲，为何？为何？唉，一时半刻也不知该如何去说。父王喜欢你娘亲的一切，她的冷静，她的从容，她的奸诈，她的懒散，太多太多了。若是细数云南月的优点和缺点，那真的是说不完。等你们长大了就会明白，爱上一个人会接受他的一切，无论是他的好还是他的坏，都会在你眼里闪光。云岩没说话，也听不太懂为何会闪光，但是有一点他明白，叶君爵对娘亲造成的伤害不是1、2句话就能弥补的。闭上眼睛，不再理会耳边的咚，云岩转过身，背着某王爷进入了梦乡。叶君爵、云岩、云烨在小河里洗澡，而这时一道身影出现在山谷的入口，一眼就看到小河里洗澡的3人。当看到孩子们和叶君爵安然无恙，这颗体质的心囊总算是落下。可是下一秒，某女人四处寻找，直至从不远处的大树上掰下一根合手的树杈，大概有戒尺这么长。当某王爷从河里浮起来的时候，他看到了岸上的一双脚，再往上一袭白衣，再往上熟人啊！九皇叔，你觉得是我该叫你爹爹呢，还是你应该叫我爹呢？南月，
是儿子让您担心了，儿子让您担心了，娘亲。云言、云烨从河里走上来，俩小孩光着屁股站在他娘面前，开口就认错。南月，你要怪就怪本王，不管言儿和叶儿的事情。穿衣服，回府再说。云南月举起手中的尚方宝棍，语气嗔怒，命令叶君爵滚上来穿衣服。回来了，王爷，云南月和2位小王爷回来了。嗷一声，所有人目光看过去，只见王爷和2位小王爷并排的走在前头，云南月跟在后头，手里拿着一根棍儿。拿棍儿做什么呀？哎，谁都不知道他云南月拿根棍儿要干什么。可是接下来众人算是明白这棍儿是干什么的。上车！啪！云南月手中的木棍咻打在马车上，叶君爵、云言、云烨父子仨那是先后默默地上了车，一个个就像犯了滔天大罪似的，不敢说半个字儿。离开了断崖，马车咯哒咯哒咯哒回到了叶王府。娘亲，是儿子鲁莽了，儿子不应该怂恿兄长和妹妹去迎相府报仇，是儿子的错。儿子身为兄长，没有照看好弟弟妹妹，让娘亲担心了，是儿子不孝。云言也争着认错。一会儿去好好的睡一觉，乖。贺东看了一眼云南月，又看看叶君爵，牵着云言、云烨离开了院子。衣服脱了，我看一下伤口。好。叶君爵也乖乖地脱下衣服。哦呦，他这后背都不能看了，布满了新伤旧伤，是纵横交错。云南月清理着叶君爵背部伤口中的碎石，给他敷上药。本王明白你现在的心情，也知晓你的恐惧，但有本王在，绝不会让你和孩子们受伤。叶君爵，南月，你怎么了？别转过来。好，本王不转过去。你说，本王听着。谢谢你。云南月是真心道谢的，他虽然气，虽然怒，可是他心里明白，断桥之下若是没有叶君爵用身体护着云言、云烨，2个孩子绝不会只受一丢丢的轻伤。孩子是我的命，若是孩子们真的出事了，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叶君爵转过身去，轻轻地拥着云南月入怀，磁性温柔的声音如同催眠曲萦绕在耳畔。有本王在，即便这天地塌了，本王也会为你和孩子们顶着。好好睡一觉吧。无论5年前出于什么原因，皆是本王的错。南月，本王爱着你，并非是因为念相思，即便念相思的毒解了，会忘记所有，但是本王就是记得你，记得你的一切。若是你没有出现，或许本王会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继续活下去。可你偏偏出现了，在本王毫无光彩的世界里，增添了无法抹去的色彩，比致命的毒药还要令人沉沦。一字一句，叶君爵用最平静也最真诚的话语和睡着了的云南月说着心中的事儿。世人都说本王无情，冷酷暴虐，杀人如麻。本王想证明给你看，本王会做一个好相公、好父亲，只愿你给本王一次机会，一次就好。站在门外的众人也听得清楚。贺东转过身，向着云言、云烨、云星辰3人是单膝跪立。小王爷、小郡主，王爷舍身救你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5年前，王爷即便有错，这一次次以命相护，就算是块冰也会被融化了。卑职求你们，劝云南月留下来可好？小王爷、小郡主，卑职们也求您了。等娘亲醒了再说。众人暂时作罢。也许是太累了，云南月一觉睡到第2天上午。这一觉睡得可真累。伸了伸懒腰，云南月推开门，刚看到眼前的这一幕，秀眉微微的挑起，满眼的不解。这么多人给我守孝呢，我又没死。他看见什么了？原来房屋外的院落中，叶君爵、云言、云烨、云星辰以及叶王府的一干侍卫全部聚在这儿，这场面多少有些诡异呀。那不明白的还以为他死了呢，这群人准备给他发丧呢。娘亲，儿子有些话想说。等会再说，开会。开会，小型家庭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户主云南月、长子云言、次子云烨以及幺女云星辰。旁听人员有叶君爵、叶王府侍卫 ABCDEFG。娘亲亲，我们错了，我们不应该不听您的话，害您担心了。以后我们绝对不会再擅自行动了。作为兄长，是我没有照看好弟弟妹妹们，儿子心甘情愿受罚。你们3个每个人800字检讨，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许少。九皇叔，
您是以叶北国九皇叔的身份旁听，还是以叶君爵的身份旁听会议呢？两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所以他得问清楚。后者。好，那就开始进行会议第3项，是否要留在叶北国？凡是参加此次会议人员和旁听人员都可以投票。云南月的话音刚刚落下，就看到叶王府上上下下全体老少爷们儿，就连2条恶犬都在叶君爵的带领下举起手来。本王同意，卑职同意，卑职同意加1，同意加2。叶王府众人心想，以他们人多势众的优势，还愁留不下云南月这个将种吗？但是你们叶王府所有人，包括2条狗，只算1票。为啥？这不公平！贺东开口反驳，得到云南月一个大白眼儿。怎么1票都不想要了？叶君爵救了你们，你们心生感激是正常的。娘亲这个人呢，最是人性了，要走要留，投票选择。娘亲这1票弃权。云南月一句自己最是人性的这话，逗得贺东一个没忍住笑出声了，那是嘲笑的笑。哎呀妈呀，他要是有人性，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女土匪都是大家闺秀了，可别糟蹋人性这俩字儿，怎么写的他估计都不会。儿子虽然想在京都向学，但儿子知道的，娘亲不喜欢京都，所以这票儿子也弃权。云岩没有反对，也没有支持，和云南月一样弃权。轮到云烨了，云烨看了一眼叶君爵紧握的手，终究也选择了弃权。5票中的3票弃权，1票赞成，就看云星辰这1票了。无论是云星辰反对，还是依旧弃权，云南月都不会在意唯一1票的赞成，带着孩子们离开这儿的。此时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云星辰的身上，被万众瞩目看着。云星辰的目光在叶君爵和云南月的身上是看过来看过去，看过来看过去，最终落在叶君爵脖子上戴着的蓝色星星吊坠上。原来本王叔叔就是渣男爹爹。小小的可人可可爱爱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爹爹骗了我。难道王爷真的留不住云南月和小王爷小郡主吗？哎，不行不行，王爷好不容易爱上一个人，好不容易找到失散多年的儿女，就算拼尽了叶王府最后的一个人，他们也要强行留下将种母子。但是爹爹给我买了好多好多糖果，我便原谅你了。何况京都好多美食我都没吃过呢。所以娘亲亲，我们能留下来吗？小郡主你太好了，卑职给您磕头了。周岩激动的跪在地上梆梆梆磕头啊，眼泪是哗哗的流啊。叶王府的侍卫在听到云星辰投了赞成票，相互依偎着抱在一起，激动的嗷嗷哭。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叶王府有后了。好吧，娘亲遵从民意，咱们便暂且留下叶北国。至于过后是走是留，再商议也不迟。云南月回过头来，从一旁的地上捡了一只树枝，这树枝看起来挺眼熟的。哦，想起来了，这不就是云南月从那断崖森林出来的时候拿在手里的吗？这干什么呀？这现在举着干什么呀？上一个会议结束了，咱们进行下一个会议。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耶。叶君爵、云岩、云烨、云星辰，老娘给你们4人1盏茶的时间考虑清楚，将你们犯的错一五一十的说出来。记住了，坦白从严，抗拒更严。云南月手中的树枝一摔，直接将院落中的一棵大树劈成了2半。哎，你别问他是怎么做到的，反正这威慑力是杠杠的。这是家事，其余人3个喘息的功夫，滚出我的视线。好嘞，王爷、王妃、小王爷、小郡主，你们聊，卑职们这就撤退。堂堂叶王府的侍卫，怕过谁呀？怕过谁呀？离开院落并没有走，而是趴在墙头看热闹的叶王府侍卫伸出脑袋，满眼同情的目光看着被云南月威胁的4个人。东哥，小寡妇刚才说家事儿，那意思就是留在咱们叶王府了呗？那以后咱们是不是要改口叫王妃了？周岩还是那个周岩，嘿，脑子不好使不说，说话总能说到重点。哎呀，东哥，你为啥叹气呀？还能为啥？以后叶王府是谁当家做主还不一定呢。啊？为啥呀？贺东没有回答周岩的问题，目光幽怨地看向拿着小棍的云南月，还能为啥呀？院子里，云岩一五一十交代作案的过程，从第1次来叶王府偷袭，到第2次和某王爷书房相遇，到第3次东郊桃花林的决战，一一说明。云星辰也交代他和叶君爵相遇的时间线，2人第1次见面，
是在边境城市的客栈捡风筝遇到了本王叔叔，当时不知道这就是他爹呀。之后渣男爹爹化作本王叔叔，夜里偷摸的去听雪楼，给了他好多好多的糖吃。娘亲亲，当时我说我不吃，是爹爹非要给我吃的。我说我不要，我是一个听娘亲亲话的好小孩。对，不是女儿的错，是我这个当爹爹的强行将糖果塞在女儿手中的。叶君爵开心的认错，心甘情愿把所有的责任揽在身上。你闭嘴，一会儿再问你。云南月翻他个大白眼儿，看向自家三个崽子。三个崽子竟然利用他迷路的时间来搞事儿，他还想着避免三个崽子和叶君爵见面，结果呢，自己是那个被蒙在鼓里的人。他爷们四个早就知道彼此的存在了。1000字的检查，扣光半年的零花钱。娘亲亲，不要嘛，人家知道错了嘛，零花钱可以扣，检查就不要写了，好不好嘛？孩子们固然有错，但都是因为本王有错在先，你就不要再责罚孩子们了。可我怎么记得九皇说您喝了念相思的解药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而且还打算明日娶亲呢？本王是装的，但本王有话要反驳。本王故作失忆，是为了让南月放下对本王的戒备。本王这一辈子除了你云南月之外，根本瞧不上另外的女人，娶亲娶的人自然是你啊。哦，是吗？千真万确，本王不敢也不会再欺瞒南月了。南月让本王往西，本王绝对不会往东。好啊，那王爷就陪着三个崽崽一起写检讨，一个字不准少。云南月母子4人就这样留在了京都，但是常住与否暂定。云南月选择住在皇帝赐给他的宅院，莫王爷表示这路他熟，就在他们家对门。出了叶王府的大门，对面就是新宅子。云南月回头看了一眼叶君爵，以及送他们到门前门口的一干叶王府侍卫。你早有预谋？本王也是事后才知道圣上的决定。叶君爵咻的一声把这锅甩给了碎嘴子皇帝叶天辰，身后的侍卫是连连点头。小寡妇，王妃，您是知道的，我们王爷为了您和小王爷小郡主敢跳崖，这份深情厚谊又怎么会预谋你呢？娘亲亲，这就是我们以后的家了吗？云星辰看了一眼偌大的宅院，满眼都是兴奋。哇，娘亲亲，这里有小桥小池塘，池塘里还有小王八耶！眼瞅着到了晚饭时间，云南月做了4菜1汤，清炒笋片、蒜蓉排骨、椒盐大虾、鱼香肉丝以及海带瘦肉汤，都是一些家常菜，可是那叫一个好吃啊！真是好巧啊，在吃晚饭吗？这个点不吃晚饭，难道是吃早饭吗？爹爹吃晚饭了吗？要不要一起呀？好，爹爹这就来。不等云南月开口，叶君爵是3步并作2步，坐在了云南月和云星辰之间的空座上，拿起空碗，双手递过去。本王能吃冒尖1碗饭。一旁的云岩看看云烨，眼底的神色好像在说他赌对了。吃饭前兄弟俩打了个赌，就赌叶君爵会不会蹭饭，结果显而易见呢。饭桌上，叶君爵在给3个宝宝讲着战场上的故事。那后来呢？后来爹爹有没有抓住那个大坏蛋呀？食不言，寝不语，你们要不想吃饭的话，出去聊。云南月一个眼神扫过仨宝宝，叶君爵、云岩、云烨和云星辰父子4人是乖乖的闭上嘴，一个个闷头干饭。是夜，宅院的门前，月色下，身材修长高大的男人迟迟不肯离去。云南月一边皱着眉，一边打哈欠，夹杂着困倦泪花的眼睛写满了烦躁。以后还想来蹭饭吗？想。讲。本王想跟你说说话，再说一盏茶的功夫也好啊。他有话说，很重要很重要。关于明天婚礼的事儿，这请柬都发出去了，届时宾客们都会来叶王府参加喜宴。1、2、3。明天是咱们的大喜日子，要不咱们走个过场也好啊。南月，你在听吗？门关上之后，没有任何的回应。别管是被拒之门外，还是扫地出门，总之啊，叶君爵站在宅院的门前，那孤单的背影看得众侍卫心生委屈。云南月也是啊，仗着王爷宠爱，仗着给王爷生了聪明帅气的小王爷和可爱灵动的小郡主，这就能上天了？要是把他们叶王府的侍卫惹急了，看他们不跪在门前求他，就是这么硬气，不服的不行。王爷，明儿咋办啊？请帖都发出去了。贺东挠着脑袋，以云南月这种类型的犟种娘们儿，
一定不会参加明天王爷和他的二婚典礼。愁死，贺东愁的脑袋疼。明日大婚典礼照常进行。啊，照常进行。卑职就想斗胆敢问王爷一句：云南院那个大将种不来，婚礼怎么进行？找只母鸡来代替吗？翌日，叶王府。今儿个是叶北国九皇叔娶妻的日子。在这之前，众人是纷纷揣测，谁家闺女这么倒霉，让九皇叔看上了。话说这都大中午了，新娘子呢？我哪知道，九皇叔也没出现呢。哎呦，我这肚子还是不舒服。你呢？哎，我也是啊，都拉了1天了。自从参加云相爷的60寿辰宴后啊，我是吃什么拉什么呀。你们也拉些？哎呦，我也是啊，拉得我都虚脱了。今儿强打着精神来参加九皇叔的二婚宴呢。哎，这说话的是兵部尚书钱大人。这钱大人虽是习武之人，可这煞白的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一切的一切都要追究到云年昌60大寿的庆典上。哦，要是再这么拉下去，他们要么死在拉肚子上，要么就死在去拉稀的路上。殊不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津津有味坐在那啃猪蹄儿呢。闺女啊，你瞧，爹爹给你准备了好多猪蹄儿啊。多谢爹爹。一盘子猪蹄就把你收买了，云星辰，你能不能坚定一下立场？小家伙前些天还背着他对叶君爵喊打喊杀，今天就爹爹爹爹叫个不停。瞧瞧你5花3层的小肚腩，再吃就真的变成小萝卜精了。娘亲亲，人家不胖，才不是小萝卜精呢。爹爹，你说我是小萝卜精吗？不胖，小星星是天下间最最可爱、最最漂亮的小仙女。小仙女怎么会胖呢？啊？嘿，娘亲亲，你听到了吧？爹爹夸我是小仙女。就是一口，云星辰可可爱爱，呲着小奶牙笑。叶君爵给女儿准备了猪蹄儿，那当然不会厚此薄彼，漏了儿子们。言儿、叶儿，这是爹爹送你们的礼物。一把比玉补扇还要轻薄的扇子，一柄比木剑还要帅气且未开刃的宝剑。这把扇子名曰流年，所用到的材质质地轻盈且千年不腐。这柄宝剑名为惊鸿，虽不是神兵利器，却也出自名家之手。言儿、叶儿，可喜欢？从云岩和云叶的表情不难看出，流年和惊鸿深得两人的喜欢。谢谢爹爹。谢谢爹。你我父子何须言谢？爹爹那儿还有各种绝版孤本，也有传世的武林绝学。言儿、叶儿喜欢的话，随时来爹爹的书房，想看什么随意翻看便是。绝世孤本，武林绝学哦，两者一个是云岩的喜爱，一个是云叶的痴狂，兄弟俩赶紧点头。哟，你俩也被收买了呗？云南月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儿子也中了叶君爵的计。这个王爷竟然用投其所好这一招，招安了2个孩子。南月，在拿下女儿和1双儿子之后，叶君爵将目标瞄向了云南月。干啥？众人面前，只见叶君爵从怀中拿出一枚钥匙。钥匙？南月，这枚钥匙交给你保管。哼，给我钥匙做什么？啊，对呀，给钥匙干什么呀？云南月的问话也是众人心中的疑问。我的天哪！难不成这枚钥匙是九红书卧房的钥匙？暗指云南月什么时候想只要拿钥匙打开门，就能和他这是叶王府金库的钥匙，从此以后便交给你保管。切，原来是叶王府金库的钥匙，他们还以为是等等，什么钥匙？再三确认没有听错，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那样式的。九皇说咋的了？脑子让驴踢了，还是让门缝夹了？这怎么能把代表着叶王府财力的钥匙送给云南月呢？不怕这娘们心生报复，卷款协逃吗？云南月也是一愣啊，看着手心里的钥匙，抬起头，一脸的不解。你喝多了？从今以后，本王是你的，叶王府是你的。磁性的声音回荡在天地间，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就连呼吸停顿，众人也听得明明白白。娘亲亲，爹爹在和你表白呀，好羞羞呀！众人不解，但是没有人敢开口说一句话。他们敢用项上人头保证，谁开口打断九皇叔的表白，那么下场一定是……南月，再多的话也不能代表本王此时此刻的心情。
本王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你云南月是本王唯一的妻子，是这夜王府的女主人。不等开口说什么，一旁的云星辰咻伸出小肥手将钥匙拿下。嘿嘿，这把钥匙能买好多好多糖果吧？谢谢爹爹。哎呦，看到这一幕，贺东、周岩等人重重地吐了口气。好在小郡主出面拿了钥匙，要不然那将种迟迟不接，王爷这脸多尴尬呀！真是想不明白，王爷对云南月这么好，他到底在迟疑些什么？恭喜皇叔抱得美人归。这叶天辰的身边呢，还跟着一个唇红齿白、俊美的小少年，他就是太子叶锦华。这是朕精心准备的礼物，希望皇叔皇婶你们能喜欢。大手一挥，两个太监上前，手中高举的托盘里放着名贵的宝石。叶天辰说话期间，叶锦华的目光一直盯着捧着猪蹄的云星辰，眼中是藏不出的喜欢。小哥哥，你为什么盯着我看呀？锦华是太子，比你要小上一个辈分，当叫你一声小姑姑。我是小哥哥的小姑姑吗？哎呀，小星星的小脑袋瓜转不明白，为什么比自己大的小哥哥要管他叫小姑姑呢？想不明白。可是爹爹既然这么说了，那他就是小姑姑。锦华见过皇爷爷，见过皇奶奶，见过两位小皇叔，见过小姑姑。不得不说，叶家男人的基因呢，那真是没话说呀。至少在颜值这个方面，那是个顶个的优秀。就是被叫皇奶奶，云南月有些不适应。我想起来了，怪不得看小哥哥好眼熟，原来是那天的小哥哥呀。小哥哥，你的伤好了吗？多谢小姑姑关心，侄儿的伤已经好多了。嘿嘿，我娘亲亲是天下间第一厉害的医师，有我娘亲亲在，小哥哥你一定不会。哎呦，见女儿打嗝打个没完，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场面的叶君爵慌了神了，更是在看到女儿难受的模样，心疼坏了。去给本王叫御医，传御医。传个屁的御医！老的无脑投喂，小的胡吃海塞。有本事你弄一个养猪场来啊！你吃一个养猪场的猪蹄儿。南月，本王知错了。娘亲亲，我也知道错了。当着众人的面儿被数落的某皇叔，表情委屈巴巴，可这心里高兴啊。他叶君爵也是有家的人喽，又埋怨他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有聪明腹黑冷傲拽的儿子们，真好。婚礼结束了，众人终于明白为啥觉得不对劲儿，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婚礼，这就是一个打着婚礼幌子的家宴，变相榨取他们微薄的俸禄。漂亮，不愧是九皇叔啊，这种敛财的手段都能想得出来，那个奸臣，妥妥的大奸臣。是夜，今天是咱们大喜日子，拜天地拜高堂可以省了，可入洞房这个环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呀。你再敢踏入我房间半步，我打折你3条腿。他真的是太低估叶君爵厚脸皮的能力了。别管是婚礼还是葬礼，他出现在叶王府只是为了还叶君爵救了儿子的人情债。可结果呢，刚睡下就觉得不对，睁眼一看，我的天，好家伙，叶君爵站在窗外直勾勾地盯着他，1次、2次、3、4次、5次、6次、7次。他把叶君爵撵走，等不了3分钟，又在窗前看到他。这大半夜的，要不是知道对方姓甚名谁，他还以为新宅子闹鬼呢。南月，本王保证，只是抱着你睡觉而已，不会做别的事情。蹲在叶王府墙头看戏的侍卫咂巴着嘴，纷纷将手里的钱扔到周岩的手里。还真让你小子给猜对了。其次，他们在赌博，赌王爷能不能睡了王妃，结果都输了。赌王爷被王妃赶出来几次，结果还是输。2次赌局，只有周岩一个人赢得盆满钵满。这也许就是傻人有傻福吧。叶君爵的声音回荡在夜色中，侍卫们心里明镜似的，这王爷没戏了。王爷，要不咱还是洗洗睡吧，明儿还上朝呢。第2天干什么去啊？尿急了？上朝去。啥？上朝？上什么朝？爹爹，嘿嘿，爹爹的宝贝闺女。爹爹，我们是要上朝去吗？当然了，爹爹昨儿答应你的事情，自然要说到做到啊。叶君爵宠溺地看着女儿，深邃的眸子满满的父爱，比那太阳还要耀眼。你们2个昨天背着我说什么了？醒了，昨晚上睡得可好啊？王爷有脸问啊？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
这货能不知道？大半夜的，有人站在你窗前直勾勾的盯着你。哎，我就问问了，换了你，你能睡得安稳？你们两个要干什么去啊？上朝呀！昨天爹爹答应我了，要带我去上朝，人家高兴的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呢。一晚上没睡着？那我身边睡得呼呼的小猪是谁啊？白了一眼罪魁祸首。云南月欲要伸手把云星辰抱过来，嘿，可谁知下一秒，某王爷抱着小孩转身就跑。等到他回过神来，他已是抱着小星星上了马车，临走前还特地留了一句：娘亲，中午回来我想吃烤大鹅。南月，中午回来，本王也想吃烤大鹅。你们两个给老娘滚回来！云南月追出去，可这马车咯哒咯哒咯哒已经走远了。王妃，大鹅。周岩左手拎着一只该该叫的大鹅，右手拎着一只该该叫的大鹅走了过来。哎，你别问这大鹅从哪儿来的，只要是王爷和小王爷以及小郡主想吃的东西，那就是天上飞的凤凰，他们也能给它薅下来。牵着爹爹的手，我们上朝去。我们走。小手牵大手，父女俩向着皇宫走过去。你九皇叔带着女儿进宫，你是要做什么呀？叶君爵牵着云星辰的手，父女俩走在官道上，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爹爹，这就是皇宫呀，真的好大，好有钱的样子。小星星要是喜欢的话，爹爹带着你们来宫里住可好？不要。云星辰表示还是住在家里最舒服。当然了，小家伙指的家不是听雪楼，也不是新宅子，更不是叶王府，而是18楼狱。18楼狱的爷爷、伯伯、叔叔们，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里面的。都是爹爹的错，让你们受苦了。爹爹虽然有错在先，但爹爹救了娘亲戚，也救了哥哥们，所以身为小仙女的我就原谅爹爹啦。云星辰暖意十足的笑容，更是让叶君爵一颗老父亲的心巨感动。某王爷不止一次发誓，用尽今生今世所有的爱来守护妻子和女儿。若是谁敢对他们娘4个下手，那就是踏碎了山河，也要让对方付出灭族的代价。这是人说的话吗？且不说您作为九皇叔我们惹不起，就说那云南月他们，大的不敢惹，小的贼嗖嗖，他们是不想活了吗？啊！爹爹，你帮我扎头发好不好呀？我的包包头散下来了。好，爹爹给你梳头头，来。一生要强的叶君爵，第一次给女儿梳头，一定要让她满意。可是小家伙脖子都酸了，头上乱糟糟一片。爹爹，你还是去上朝吧，我在这等爹爹。小星星，爹爹很快就出来了，要乖乖的等着爹爹。要是饿了、渴了，就和他们说，爹爹今天出来的匆忙，没有带小零食。等回去的时候啊，想吃什么，爹爹给你买什么啊？爹爹放心，我会乖乖的。等下朝后，爹爹偷偷给你买好多糖果，咱们偷偷吃，不让娘亲知道啊。好啊，我要吃上次那个超好吃的糖果。但是爹爹，你应该去上朝了，那些爷爷伯伯都在看着你呢。好，爹爹这就去。叶君爵回过身，前一刻还满面笑容慈祥的老父亲，变成了让人恐惧的冰山。深邃的眼眸傲视三界的冷意，淡漠的目光如死水一般的无澜。对吗？这才是九皇叔该有的样子噻。刚才那一脸温柔，还绝对是看错了。对，一定是。正阳殿内坐在龙椅上的叶天辰，多多少少也觉得惊讶。看来皇叔是真心对云南月母子4人好，不是做样子，倒是有意思呢。圣上，老臣有事请奏。徐阁老所奏何事？本王限你50个字之内说完一切。还不等徐阁老开口，叶君爵冷眸一斜，清冷磁性的声音回荡起来。是威胁吗？是不是威胁有必要吗？没有，反正他们笃定今儿的早朝将会是叶北国建国以来用时最短的一次。徐阁老抬起袖子，擦拭额前流下的冷汗，脑子里飞快地组织语言，想着要如何将官员结党营私的事儿在50个字内完整地表述出来。有了。启禀圣上，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相互勾结，老臣不仅能证明2人结党营私，更有证据证明2人通敌叛国。原本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唇枪舌战，浓缩成了42个字的结论罪证。被指犯下种种罪行的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2位大人，那都蒙圈了。什么情况呀？一点缓冲余地都不留吗？就是让他们仔细狡辩一下也好啊。圣上，徐阁老诬陷微臣，微臣绝对没有。4个字说完。
微臣冤枉。九皇叔一门心思要带闺女买糖吃，他没有心思听他们唧唧歪歪的。于是乎，一向磨磨唧唧、文文绉绉的文官摒弃了华丽的辞藻，也不再知乎者也有辱斯文，直接开撕。武将们更直接呀，那要不是在朝堂上不能动手，嘿，那都撸着袖子直接开干了。小姑姑，太子哥哥，小姑姑怎么会在这儿？咕噜，没等小星星说话呢，肚子先一步叫起了。太子哥哥有没有吃的呀？我肚饿了。有，我这边差人去拿。叶景华使了个眼色，小太监心领神会的离开，不多时拎着一个食盒走了过来。好香呀，我可以吃吗？当然啦，都是你的，慢些吃。谢谢太子哥哥。哇，超软超好吃的。看着他吃得欢快，叶景华也跟着开心。小姑姑喜欢吃的话，经常来宫里啊，我命人做糕点给你吃，各种各样甜甜的糕点。好呀好呀。平星辰笑得那叫一个甜呐，笑得叶景华的小心脏扑通扑通跟着乱蹦。可是下一秒，一道阴影袭来，将叶景华严严实实笼罩在巍峨的身形中，瞬间恐怖的气息如泰山压顶扑了过来。爹爹，你下朝啦！哎，想爹爹了吗？来，爹爹抱。咱们回家吃你娘亲做的烤大鹅。好耶！娘亲亲今天做了烤大鹅，超级好吃。被抱在怀中的云星辰似乎想起了什么，小肥手从衣兜里拿出糕点，拿起一块糕点喂到叶君爵的嘴边。那爹爹吃，太子哥哥刚刚请我吃了好多糕点，我想着爹爹也没有吃早饭，便给爹爹也留了几块。真甜，比糖还要甜。甭管这糕点哪儿来的，女儿的举动又一次温暖了他的心。就算这里头有毒，他照吃不误，绝无半点悔意。爹爹，我们回家吧。回家。叶君爵抱着女儿离开了皇宫，回到叶王府对门的宅院。只不过父女俩前脚刚下马车，便被早已蹲在门前的周岩给拦了下来。王爷，有危险，别进去啊！里头的娘们儿那是磨好了刀了，她是亲眼看到云南月手起刀落，嚯，剁了大白鹅，那杀气腾腾，一定是要宰了王爷。别瞎说，王爷回自己家能有什么危险？爹爹。可是还不等小家伙说完话，宅院的大门被人从里头推。哇，好美呀！这是我漂亮、温柔、美丽又多才多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娘亲亲吗？见事态不对，云星辰瞪大了眼睛，卖了个萌，奶声奶气全方位立体化夸奖着云南月，并且伸出小手主动求抱抱。娘亲亲，抱抱。见女儿撒娇卖萌，同样察觉到云南月心情不爽的某王爷也是呲着嘴。哇，好美！这是本王漂亮、温柔、美丽又多才多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好王妃吗？说着，叶君爵张开双臂求抱抱，却被云南月一击打在眼眶上。前几日刚从青转为正常颜色的眼眶，结结实实挨了一拳，那怕是又要青黑了3、5日才能消下去。南月，下次不要打脸可好啊？嗅了嗅女儿身上超甜的糖果味儿，秀眉一挑。臭宝，吃了多少块糖啊？没有啊，没有吃糖呀，人家才没有吃奶香的糖果呢。没有的，人家是个乖小孩。九皇叔，云星辰这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吃太多糖对牙齿不好，对身体也不好。如果有下次，我会让九皇叔的右眼也挂彩。本王知道了，本王绝对不会再在你未准许的情况下给女儿买糖吃。爹爹，你出卖我，我们的友谊呢？小家伙一脸不可思议看着他。回来的时候明说好了，不管娘亲亲怎么问，打死都不从的。哼，爹爹转眼就把我给卖了。叶君爵哪能看不到女儿眼底的小表情啊？可是他没办法呀。乖女儿，你娘亲她威胁爹爹，爹爹也害怕呀。午饭吃的烤大鹅，2只肥嘟嘟的烤鹅散发着诱人无比的香气。平星辰2只小手碰着鹅腿，一口咬下去，所有的烦恼烟消云散。好好吃，爹爹，你给我尝尝看，娘亲新做的烤鹅超级好吃的。闻着就香，南岳的手艺天下间无人能及。叶君爵吃着女儿放在他碗里的鹅肉，独有的味道弥漫在口齿之间。河东，去将本王珍藏的酒拿来。是，卑职这就去。闻着味儿，贺东就馋得直流口水。
这要是能给他一块肉，他能吃7碗饭。不多时，贺东拿来一壶酒，为叶君爵和云南月斟满杯。南月，这是苍雪国进贡的雪酿，来尝尝。苍雪国，苍雪国这3个字多多少少有些耳熟。啊，想起来了，18楼狱的芒森大师不就是从那儿来的吗？云南月端起酒杯，浅浅地尝了一口，的确像他说的，这酒棒极了。娘亲亲，是什么味道？焦焦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卡糊了耶！哎呀，我的汤！另一边，饭桌上喝酒的叶君爵注意到儿子的视线，云烨摇了摇头。想尝尝吗？云烨还是摇头。叶儿，可知男人这一生中必须要做的3件事情是什么吗？叶君爵传授给儿子世间的道理，不仅仅说给云烨听，同样也说给云岩听。宠最爱的女人，打最酣畅淋漓的架，喝最烈的酒。你们还小，前2件事情不急着做。来，咱们父子3人喝一个。说着，某王爷给俩儿子分别倒了半杯酒。爹爹，我也要喝。云星辰指了指自己，哥哥们喝酒，他也要。好，那咱们小宝只喝一点点。味道超好喝。爹爹，再给我倒一杯好不好呀？甜甜的，好像血在嘴巴里融化一样的感觉。云岩云烨见妹妹都喝了，也不在意什么，端着酒杯咚咚下去。可是瞬间辛辣的感觉从口腔蔓延到咽喉，一直到胃里，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感觉，更是直窜天灵盖。被辣得直咳嗽，云岩云烨兄弟俩小脸那叫一个红扑扑。大哥哥、二哥哥，你们怎么了？爹爹，大哥哥、二哥哥怎么了？病了吗？忽然间，坐在椅子上的云烨站起身来，噌的一声拔出腰间未开刃的宝刀，怒吼了一声：“叶君爵，我要和你决斗！”叫爹！看着拿剑对着自己的儿子，还有那张红透的脸，某王爷剑眉一挑，这是喝多了。转头一看，同样喝多的云岩额头顶着桌边睡着了。爹，我要和你决斗，我不服！东郊桃林一战，他一招就被制服，毫无还手之力，这严重打击了他的自信心。这几天他那叫一个勤学苦练，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报仇雪恨。好，父王就与你决斗一番。院落中，父子2人相隔5米，叶君爵双手背在身后，扬着头，那傲视群雄、舍我其谁的霸气威压十足。万剑归宗！当云烨使出剑13式万剑归宗时，像幻影一般，2道剑影浮现在半空，看得贺东是目瞪狗呆呀。不错，叶儿骨骼惊奇，乃学武奇才。那父王便接了你这一剑万剑归宗。叶君爵一招就破了云烨的剑招。是云烨太弱了吗？啊不，5岁的小孩，他能吊打太多的成年人，自然不弱。那原因在哪儿呢？在某个一生要强的九皇叔太强的关系。你们俩在做什么呢？宝儿，你身上怎么有一股酒味儿？走上前，云南月嗅着云烨身上的酒味儿，是血酿的味道。娘亲亲，爹爹给我们倒酒喝了，超级好喝的。叶君爵，你他妈给孩子喝酒？别，本王错了。别打脸！站墙根去。于是某王爷乖乖罚站去了。南月，本王也是吃了没有育儿经验的亏，本王保证下次一定不为孩子们喝酒了。闭嘴！我就不应该心软放你进来吃饭。那么小的孩子，你竟然敢为他们喝酒，你怎么不为贺鼎红啊你？妍儿、叶儿和小星星都是本王的心肝宝贝，本王怎么会为他们吃鹤顶红啊？南月放心，本王没那么缺心眼的。还敢还嘴？知道自己做错事的叶君爵小声地回应着他，结果呢，被云南月丢来的一本书嗶拍在脸上。一旁同样被罚站的贺东，那是满眼的怨念和不解。你不准再喝了。可是这个酒超级好喝的呀！被罚站墙根的叶君爵连连给云星辰使眼色，现在得顺着他娘，这样他们父子4个才能平平安安的。接受到信号的云星辰点了点头，立刻保证自己再也不喝酒了。娘亲亲，你放心啦，人家保证下次会听娘亲亲的话的。乖，这才是娘亲的小宝贝。是夜，星辰漫天，璀璨无比。云南月哄睡了云星辰，刚刚走出卧室，就被一道人影吓了一跳。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女儿睡了吗？睡着了。有什么事儿？本王饿了，想吃你。你敢？为何不敢？
正当某个女人准备动手送他去千里之外时，本王想吃南越做的炒饭，何来敢与不敢？还是说南越认为本王饿了这4个字另有其意呢？你真的，云南月真的想把这个大冤种剁碎了喂狗。如果南越认为本王刚才说的话还有别的意思，那本王便碎了你的愿，如何？去死吧！最欠的下场就是挨揍。叶君爵顶着青黑的俩眼眶吃着炒饭，很香。叶王府这么穷啊，怎么觉得九皇叔吃什么都香呢？因为是南越特意为本王一个人炒的饭，吃起来当然香，不仅香，同样也暖心。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啊！南越，大半夜的，咱能不能别阴森森的笑啊？晚上会做噩梦的。这家伙中邪了还是抽风了？忽然间笑起来这么吓人的吗？南越，本王从不敢设想的画面，如今成为了现实，真真切切地出现在眼前。被叶君爵炙热的目光盯得浑身不自在，云南月准备离开，却被某王爷紧紧拉住了衣角。咋了？还想挨揍啊？以后本王叫你月儿，月儿叫本王阿珏可好？月儿，哎，别介，我生理心理都接受不了。温柔磁性的声音念着月儿这2个字，云南月的身上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叫他月儿会让他想起21世纪某个不是人的畜生，听着就想打人。可本王想叫你月儿，也想听月儿叫本王阿珏。哎，别叫我月儿，除了这2个字，你叫我什么都行。为何？没有为何，就是不行。既然如此，那本王叫你阿月。随你高兴。不叫月儿，叫他妈都行。只要叶君爵能拉下这个脸，他完全不在意多一个逆子。本王叫你阿月了，阿月是不是也要还礼，叫本王阿珏？叫不出口。阿珏。本王还想听。阿珏。哎，还想听。是不是又想挨揍了？翌日，哎，我今儿去书院给孩子们办理入学手续，中午回来的可能晚一些。你下朝归来的时候买些萝卜和羊排。阿月叫本王什么？阿珏，赶紧滚蛋！王爷，他骂你？贺东当然知道云南月口中的阿珏是谁了。昨儿晚上王爷和云南月那2人一口一个阿月阿珏阿月阿珏阿月阿珏，哎呦，真的是辣眼睛。差人去邺北书院，学院上下不可有任何怠慢之处。是，卑职这就命人去办。邺北书院，云南月让仨宝宝跟着邺北书院的徐夫子熟悉熟悉学院的环境，自己则和院长聊一聊叶君爵的侍卫威胁老头的问题。王妃，王爷也是为了小王爷、小郡主着想，这才命卑职前来打点一切。你确定是打点，不是要打灭了邺北学院？事情是这样的，他刚来的时候，正看到叶王府的侍卫是冷脸冷傲、冷言冷语，要求邺北学院的院长张之徐像供祖宗一样对待3个小宝贝儿，如若不然，这邺北书院全体师生将承受不可承受之痛。来，你跟我详详细细的说一遍，你想让邺北书院师生承受什么样的痛？我想听。王妃，卑职知错了，卑职甘愿受罚。回去告诉叶君爵，书院的事情不用他操心，他敢横加干预，以后别想吃饭。是，卑职这就去回王爷。一旁端着茶杯的老头清浅地喝了一口香茗，看着刚才恐吓自己的叶王府侍卫被云南月训得像个孙子，那心里头别提多舒服了。院长见谅，叶君爵性子是差了一些，也是为了孩子好嘛。叶王妃放心便是，本院一视同仁，既不会暴露小王爷、小郡主的身份，也不会因为3人的特殊身份而区别对待。张之徐送别云南月母子4人，明日就可正式入学，先从黄字班开始念起。准备明日迎接这3兄妹吧。院长，您不是说一视同仁吗？一视同仁，你也要看对象是谁，那可是叶王的孩子，老夫可不想脑袋搬家。叶王府的侍卫驾着马车送母子4人回到了叶王府对面的宅院。宝儿，你们对邺北学院的印象如何？食堂很大，菜很多，书馆的藏书不错，舞场练武设施很完善。娘亲是送你们去学习文化知识，不是送你们去干饭看书外加练武的。嘻嘻，没区别啦，娘亲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是吗？确定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是好好吃饭，天天增肥？罢了，既然孩子们选择了邺北学院，就暂且先这样好了。云南月回来不久，叶君爵也下朝回来了。
和某王爷一同回来的还有一车子五颜六色的萝卜，一只只咩叫个不停的羊。耳边回荡着羊的叫声，看着叶君爵一脸等着被夸赞的表情，云南月缓缓地开口了：“你这是要卸甲归田，养羊种菜了？”阿月为何这般问？你这一车车的萝卜，15、16只羊是要干什么？你是打算放羊种萝卜，发家致富啊？自然是阿月让本王带回来的萝卜和羊排啊，有何不妥吗？叶君爵很认真地问了一句：“有何不妥呀？”哎呀，云南月被某王爷这副表情逗乐了。怪我没有和王爷。叫本王阿爵。没问题。来，阿爵，这个是用来做凉菜的萝卜，这个是用来腌制咸菜的萝卜，这个才是用来炖汤的白萝卜。哈哈，阿月好厉害啊，能认识这么多萝卜的用途。这是厉害不厉害的事情吗？我就要1根萝卜而已，你买了好几车萝卜怎么吃啊？啊，还有，我要的是羊排，不是咩咩叫的大活羊。他怎么有种砸手里的感觉呀？萝卜买多了又不能退回去。叶王府的侍卫为了不让王爷挨骂，他们集体表示几天后他们就吃萝卜，直到把萝卜啃完。羊这东西那能养活，就当提前储备羊肉了呗。再说了，金无赤金，人无完人，王爷那是做大事的男人，日常生活的琐事那不知道又怎么样呢？你云南月不就是个路痴吗？你就不准王爷犯1、2次错吗？中午吃的是羊排炖萝卜。吃完饭之后，叶君爵让贺东将要处理的折子搬到宅院来。叶王府不是有书房吗？叶王府的书房没有阿月啊。嘿嘿，一抹笑意从深邃的眼眸蔓延到了嘴角。见云南月要起身离去，叶君爵轻轻拉住他的手腕。本王会静静地看折子，不会打扰你写剧本。阿月陪着本王可好？不好。想起上一次被偷看剧本的尴尬画面，云南月果断地拒绝。他可不想在写到嗨的时候，有人直勾勾地盯着自己。本王保证不会偷看。那这样可好？阿月坐在这儿，本王坐在对面。该死的，但凡长得丑一丢丢，他都能开口拒绝。即便是一对熊猫眼赫然镶在脸上，那也帅的是惊天动地，叽里呱嚓。你要是敢偷看，我会把你眼珠子抠出来踩碎。站在门外观察敌情的贺东，在看到安全隐患解除之后，这才捧着折子走进来，将一摞折子放在书桌上。下去吧，莫要扰了阿月。是，位置告退。坐在外侧的叶君爵完全没有心思看折子，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云南月的身上。他的每一个小动作，每一个小眼神，他都看在眼里。搞定！终于写完了一章的剧情，云南月满意的将稿纸整理好。看啥？在看阿月啊。我有什么好看的？阿月什么都好看。油嘴滑舌，看你的折子去吧。云南月起身伸了个懒腰。虽然进入了秋季，可天气依旧燥热，煮点梨汤喝喝。喂，要不要喝梨汤？阿月煮的，本王自然要喝。辛苦阿月了。别这么说，您老人家少气我2回，比什么都强。喏，喝吧。哎，阿月的厨艺真是天下一绝，最简单的梨汤也做得如此美味。来，打住，没话说别硬熬，很尴尬的。本王的赞美之词皆是发自内心，绝无半分虚假。呵呵，喝你的汤，看你的折子吧。将剧本放在书架的第3层，回身之时，不小心刮落了另一本书，夹在其中的钥匙，当掉在地上。叶君爵，叫阿爵。这个钥匙是我从苏家后宅拿回来的，你瞧瞧，是不是南燕13军要找的苏家宝藏钥匙？云南月毫不在意钥匙是不是能开启什么无尽的宝藏，随意的放在叶君爵的面前。还真是啊！还没等叶君爵开口呢，看到信上所写的内容，云南月明了了一二。所以说，你没有拒绝云年昌将我嫁给你，是因为我娘亲当初和你的交易。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答应娶了云南月，也算是还了人情债。虽然不喜欢，扔在王府也是可以保命的。可是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的事儿却是偏离了预设的轨道。苏家的钥匙究竟是什么东西啊？阿月可知道燕越国？不清楚。很久以前，九道七国建立之前，曾经有一个强大繁盛的国家，便是燕越国。叶君爵说着燕越国的兴衰，说着燕越国最后一任君主将宝藏藏在无人可知的地方，并将开启宝藏大门的10把钥匙交给了10名心腹的手下。
这10个人隐姓埋名，从此销声匿迹。懂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阿月放心，有本王在，绝不会让你和孩子们受到任何危险。叶君爵将钥匙重新放回云南月的手里。你不想要？这可是开启无尽宝藏的10把钥匙之一啊！阿月才是本王无尽的宝藏，没有之一。叶君爵的话让云南月的心脏微微停顿了刹那。即便天下与你为敌，本王也会坚定不移地站在你身边，与天下人厮杀，护着你与孩子们无忧。叶君爵正在说情话呢，门外一道小身影淡淡地走了进来，和某王爷同一型号的小眼睛看了2人一眼，从书架上拿了本书，转身离去。身为人夫和人父，爹爹要说到做到才是，莫要辜负了娘亲的一番心意。阿月，本王定不会辜负你的心意。我啥心意啊？看着叶君爵一脸本王都懂的样子，云南月懵了，他怎么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心意啊？是夜，乌云遮盖着圆月，天上下起了小雨。阿爵先生，这折子也看完了，晚饭也吃完了，您也该回叶王府了吧？不急，天下的雨，王府离得又远，本王怕淋了雨生病，到时候又要麻烦阿月了。书房中，叶君爵瞧了一眼窗外的细雨，向来不信神明的他，如今也祈求着未知的神明，希望雨神下一场大雨。哎，也不知道是上天的偏爱，还是神明也怕风劈，这雨果真就越下越大。看来本王今日只能睡在此处了。难道饱读诗书的九皇叔不知道世间有一种叫做伞的东西吗？只见叶君爵眼色这么一挑，工具人鹤东瞬间出现。卑职借伞用，后半夜才回来。伞没了，本王又是这样的娇弱，淋不得雨啊。娇弱啊？敢问一句，娇弱这2个字，哪个字你沾边了？正当他要再一次开口时，雨夜中响起了一道异样的声音，引起2人的警觉。有人！2个人咻飞身冲入雨里。只见闯入宅院的黑衣人翻窗而出，在看了云南月一眼后，又快速地转身离去。房间的门是关着的，窗户却是开着的。此时云星辰坐在床上，一脸懵懵的小表情，也是迷糊着的。娘亲亲，爹爹，好多糖果呀。那个蒙面叔叔说什么来着？云星辰还沉浸在糖果带来的惊喜中，想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蒙面叔叔说他是特意来道歉的。南燕13军。云南月笃定自己看到的黑衣人的背影就是当日南燕13军的首领。哎，你们还记得吗？就是那个长得比女人还要美的孽畜。娘亲，这些书我可以留下吗？穿着奶牛小睡衣的云岩征求着云南月的同意，穿着小熊睡衣的云夜亦是如此，更别提已经吃起糖果的云星辰了。翌日早早的，叶君爵翻墙进来吃早饭。等在宅院外的贺东那看得心都疼了，早上自己爬墙吃饭去，中午早早回来吃午饭，晚上呢吃完了饭还要被赶出去，真是不明白他为什么喜欢云南月这个女人。切，啥时候是个头啊？阿月，过几日是皇宫宴会，咱们一家子去参加宫宴可好？本王想让天下人都知道，阿月是世上最好的妻子，本王也有3个天下最聪明可爱的孩子。什么时候？阿月，你起身上前，叶君爵张开双臂，将云南月抱在怀里。你想勒死我就直说。本王哪里舍得勒死你啊？本王爱你还来不及呢。宫宴在3日之后召开。那这么说，到时候还会遇到云年昌和云思蕊父女2人。吃了早饭之后，叶王府的侍卫送母子4人去了叶北书院。到了书院的3宝，一一和娘亲 say 拜拜。娘亲亲再见，记得想我哟。娘亲放心，我会照看好弟弟妹妹的。你先回去吧，我去买点菜。王妃，还是卑职送您去菜市场吧。侍卫周岩可是牢牢地记得王爷的吩咐，可千万不能让王妃一个人溜达。东哥也说了，王妃是个路痴，不认路的，这万一买着菜呀走丢了，那王爷不得把他剁了喂狗啊？我还能跑了不成？买个菜而已。东哥说您是路痴，一条街都能迷路3、4次，为了不让人贩子再把您骗走，他让我时时刻刻跟在王妃身侧。贺东还说什么？云南月问着周岩，想从他的口中套出贺东对他的不满。王妃，我不能出卖东哥。周岩摇头拒绝，他们叶王府的侍卫那是最重义气的，哎，那都是过命的交情，是不可能出卖彼此的。
啊，那行吧，那等叶君爵下朝回来，我就跟他说，将你调到乡下去喂猪。卑职不想去乡下喂猪，卑职想留在叶王府当差。一听说要把自己拉去做一个喂猪匠，周岩也顾不得什么兄弟情了，一股脑夯不啷当将贺东吐槽云南月的话全部和盘托出。什么大路痴啊，黑心肝啊，贱娘们儿不系个好银呐，诸如此类的话都不算什么了。中午，叶君爵下了朝，回家之前买了一份甜点，献宝似的送到云南月的面前。听说最近的京都女子都喜欢吃这种甜点，本王也给阿月买了一份，尝尝看。云南月吃着，叶君爵看着，每一个咀嚼的动作全部看在眼里，在他眼里那是美如画呀。是不是甜进了心里？是挺甜，但是啊，大哥你能不能别直勾勾的盯着我看呢？草民见过叶王，见过叶王妃。草民是叶北书院的杂役，奉院长命令，请叶王妃去书院一下。三宝怎么了？叶王妃放心，小王爷小郡主无恙。别人就难说了，这话杂役没说，他是来传话的。阿月别慌，本王与你一起去叶北书院。贺东咯哒咯哒咯哒，驾着马车离开叶王府，以最快的速度向着叶北书院进发。等到了书院，老朽见过叶王，见过叶王妃。院长，发生了什么事情？阿月别急，先听院长说。叶君爵拥着云南月，柔声安抚着他。叶王妃，莫要着急啊，并非是小王爷和小郡主出了意外，而是另外23个孩子被打了。云南月、叶君爵，就连驾车的贺东也是一脸的问号。啥意思啊？王爷王妃，请随老朽来。张之瑜觉得他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还不如让他们俩见一见现场发生的画面来得实际。此时23个孩子是排成排，一个个鼻青脸肿，流着鼻血，有的还掉了一颗牙。而站在23个孩子面前的云星辰，一副相当认真的样子。打人是不对的，我娘亲亲说过，做错了事情，勇于承认错误就是好孩子，不乖的孩子要打屁屁的。哎呦，一派小夫子的模样。云星辰给众人讲着做好孩子、做个乖孩子的道理。这是事情的起因呢，是那个穿黄衣服的孩子黄大雄。这黄色衣服的孩子仗着自家底子厚，那在学院是经常欺负别的孩子，尤其喜欢欺负一些寒门学子。正在吃饭的时候，这孩子欺负于长安，抬手间一个没注意，就将云星辰刚刚打来的饭全部掀翻了。小家伙看着满地的鸡腿，心疼不已，扯着熊孩子让他道歉。可这熊孩子还没开口呢，见不得妹妹受委屈的云叶直接一个利落的回旋踢，这熊孩子就飞了出去。哎呦，那向来作威作福的黄大雄又岂能善罢甘休啊？瞬间集结了22个兄弟找兄妹3人算账。结果呢，这23个人让云叶一个人团灭了。这不，这些孩子身上的伤都是出自云叶之手。说着，张之瑜指了指两人身后气势汹汹走来的一帮家长。老朽也通知了其他孩子们的家长，王爷王妃，您2位是打算私了还是如何？老朽就不参与。是谁他娘的胆子肥了，敢伤了我黄霸天的儿子？一脸横肉的男人那是边走边骂，他身后跟着的家长也是这样，那说什么狠话的都有，完全不在意接下来他们能不能活着走出叶北学院。吃了熊血豹子胆了啊！也不打听打听我黄霸天是谁？今儿若不给一个满意的交代，就算这天皇老子来了也别想离开。哼，我樊家堡的小少主也是一些杂碎感动的。张院长，老子花钱送孩子上学可不是遭罪来的，到底是哪个缺德找死的玩意儿敢动我儿子？张之瑜咳嗽着，想以此打断家长们的谩骂，可谁知这些人是越骂越凶。哎呦，那话怎么说来着？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哟！诸位家长，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老夫叫诸位来是解决事情的，并非是来闹事的。闹事儿？老子今天就要闹事儿！老东西，你今儿要不给老子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信不信老子把你叶北学院给拆了？本王倒想看看你要如何拆了叶北书院。草民，听我说。跟在黄霸天身后的家长也是纷纷的跪地着，刚才喊打喊杀那架势那是荡然无存，一个个是瑟瑟发抖，还有的尿了裤子。看到学生家长见到叶君爵时吓成这鸟样，云南月转头看了叶君爵一眼。怎么了？阿月为何这么看本王？小伙长得挺精神，可为啥这么招人烦呢？
别人的意见对本王来说无关痛痒，只要阿月喜欢就好。叶君爵看向云南月的时候，眼底的冷意瞬间消散，只剩下宠溺和温柔，两种极致的目光在某王爷的眼中切换的那叫一个自由飞翔，看得一旁的小老头眉毛胡子全拧在一块儿。跟着我念，我是一个好孩子，以后不会欺负小朋友。我是一个乖孩子，以后不会欺负小朋友。真乖。哥，知道了，这次的事情便如此作罢。我妹妹心地善良，不与诸位计较。可如有再犯，你们应该清楚我二弟的手段。诸位都是宽厚有爱的师兄，定不会与我们3个5岁的孩童计较的。若是诸位师兄的家长们问起你们的伤……说话间，云岩的声音故意停顿了片刻，23个小少年瞬间明了地点着头。是我自己摔的，是我自己撞在石头上的。是我吃核桃崩了牙，和3位师弟师妹都没有丝毫的关系，就是我们自己犯下的错误。师兄们下次小心一些，免得又要伤身了。是，我们明白。云南月抬头看了看叶君爵，事到如今呢，他是不想承认也得承认，云岩死随了叶君爵腹黑的性子。抱歉了，这位小朋友的医药费，我和叶君爵会全部承担。阿爵，叶君爵又纠正着云南月对他的爱称，还有孩子没做错，不需要道歉。饶命啊！是我们家孩子有错在先，草民定会奉上让您满意的各种费用，还请九皇叔饶了草民儿子一命啊！黄霸天和一干家长依旧匍匐在地上，那听听，都不是跪了，是匍匐在地上。你别说起来了，那是大气儿都不敢出啊！什么情况？王妃，我们老皇家就这一根独苗苗了，难免会宠溺一些呀。孩子做的事情有错在先，冲撞了小王爷小郡主，我做爹的甘愿代替孩子出了这条命，还请您大人有大量饶过孩子吧。越说越懵啊！云南月扭头一看，叶君爵一张面无表情的脸正冷冷地看着众人，怪不得。别摆着一张臭脸。言儿、叶儿和小星星又没做错，阿月不需要向他们道歉。这世间强者生存，物竞天择。23个10多岁的少年仗势欺人，这就是错了；而打不过他们3个5岁的孩子，更是错上加错。3个宝宝何错之有啊？是，九皇叔说的对，小王爷小郡主一点错都没有，是我们家孩子有错在先。叶君爵，我云南月虽然没有什么三观，但我要培养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三观观念啊。3宝是拔刀相助救了他人，也为了保护彼此勇斗恶势力。但3个孩子在第一次击退了23个小少年的时候，就应当适可而止，而不是对其穷追不舍，伤其筋骨见血。这样做和欺负他人的人有什么区别？从他们出生起，孩子们就和18楼狱形形色色的恶人接触，这就是他为何要在孩子们3观形成之前离开18楼狱的原因，让他们像正常的孩子求学，融入正常的生活。阿月，本王道歉便是了，你莫要生气。阿月一声声唤着阿月，就和寻常人家的相公招惹妻子生气，不遗余力的讨好妻子一样。你和我本身就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我不想让孩子们也如此。本王是世间恶人，阿月和孩子们是善良的人，以后阿月说什么，本王都听。那还不道歉？本王代言儿、叶儿和小星星道歉，你们可愿原谅本王？冷清的话语一字一句回荡在黄霸天等人的耳中，众人大脑飞速的旋转，可是他们无论都揣测不明白这九皇叔到底是啥意思，这是要送他们全族上西天吗？下午，宅院的书房，叶君爵、云岩、云叶、云星辰父子父女4人分别坐在角落，好，奋笔疾书写检查。爹爹，娘亲亲一定还在生我们的气吧？来，爹爹给你写，宝儿去吃糖去吧。谢谢爹爹，但是娘亲亲要是知道爹爹替我写检讨书，一定会不高兴的。我不想让娘亲亲不高兴。言儿、叶儿、小星星，你们听爹爹说，其实娘亲并不是真的生气，没有人比阿月更担心你们。可你们还小，娘亲想让你们有一个正常的童年生活，想让你们像天下间的小孩子一样，欢声笑语、平安健康的长大。听到你们出了事情，从家里到学院的一路上，爹爹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你们娘亲的不安。叶君爵说着云南月心境的变化，说着他的良苦用心，也说着他为孩子们着想小小的细节。对，你们是有卓越的武功，
有着十分巧妙的用毒手段，也有着聪慧的头脑。但是如果你们今天遇到的不是小孩子，而是真真正正的武林高手又如何？用师傅教我们的手段合理击败他。大哥师承完胜，二哥师承武圣，我师承毒圣，我们绝对不会给师傅们丢脸的。唉，这便是你们娘亲真正担心的地方，也是阿月最怕的一点。你们在阿月的心中比他性命还要重要。记住，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36计走为上策。回来找爹爹，爹爹带着叶王府侍卫给你们报仇去，灭了他九族。啪的一声，叶君绝被一本书误，正中后脑勺。在窗外听了很久的云南月还在感动叶君绝说的字字句句呢。嘿，可谁知转眼这画风就变了。我让你教孩子们做人，不是让你教孩子们仗势欺人。所有人检讨再加200字。啊，娘亲亲不要啊！是爹爹自己说的，你罚爹爹一个人就好了嘛。林星辰哀求着已经走远的云南月，声音中充满了奶声奶气的小绝望。云言云夜兄弟俩没说什么，但是想要刀了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那个写吧，咱们早写完早吃晚饭。是夜，正吃着饭呢，门外响起了敲门声。九皇叔，叶王妃，家主知道王妃搬了新家，便为王妃置办了一些家具。管家爷爷，二爹爹什么时候回来呀？我都想二爹爹了。二爹爹？听到女儿叫别人二爹爹，作为正牌爹爹的叶君绝心中是醋意十足，蹲下身看着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儿。宝贝闺女，爹爹对你好不好啊？自然是极好的啦。小欣欣喜不喜欢爹爹？喜欢呀。那除了娘亲、妍儿和叶儿外，宝贝女儿最喜欢的是谁啊？当然是爹爹啦。云星辰的回答让叶君绝得意极了，深邃的眼眸有意无意瞟向那陆管家。这世间并非是个人就可以做小星星的父亲，本王的儿女身份尊贵，回去告诉你们陆家主，安分守己的待着，莫要妄想不切实际的事情。九皇叔多心了，我们家主只是担心叶王妃搬离听雪楼住不习惯，便命小人将听雪楼的物件搬来，并且置办了一些新的器具而已啊。那陆管家也是个老人精啦，左右说话是不得罪人的，他当然看得明白这里头的门门道道。陆管家，你别搭理他，他犯病呢。叶王宠爱王妃，此情让人羡慕，小人替家主送上祝福。哼，本王谅他也不敢说什么。一介商人，还想对他叶君绝的妻子动歪心。哦，我知道了，爹爹，你是不是吃醋了？哼，二爹爹是喜欢娘亲亲，但娘亲亲知道二爹爹是好哥们儿，但是对爹爹就很特别啦。好，给爹爹说说，你娘亲对爹爹有什么特别之处啊？我想想哈，啊，想到了。云星辰小手啪一拍，说着他所理解的特别。娘亲亲在爹爹怀里哭的时候，那还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娘亲亲落泪呢，所以娘亲亲对爹爹是特别的，只有在爹爹的怀里哭。啊！云南月挑眉，他分明记得那时候小家伙睡着了。我没有，我那是沙子进眼睛里了。某女人否认自己在叶君绝怀里哭的事儿，没有，绝对没有。可是云南月没有收，这个人情他受不起。今儿什么时候回来？回叶王妃的话，大概还有3、4天的时间便会回到京都。陆管家向着云南月行礼，而后又带着一众杂役离开。阿月，你都不经常叫本王阿爵，却叫那个人谦儿，本王才是你的相公。一个名字而已。阿月，叶君绝拉着云南月的手腕，力道很轻，却是那种叫人挣脱不开的执拗。明明是1米89霸道的男子，明明是世人口中冷虐嗜血的疯批九皇叔，可此时此刻却成了一个吃醋的小相公，拽着妻子的手愣是不松开。好了，怕你了，阿爵。再叫一声阿爵，本王还想听阿爵。哎呦，随着云南月一声声的阿爵，某王爷嘴角的弧度也越发的浓烈。可是下一步砰的一声，宅院大门又关上，又被拒之门外的叶君绝扣着门飞。阿月，你让本王进去吧，本王保证只抱着你不会乱来的。王爷，时间不早了，明儿还要上朝。贺东善意的提醒，咱们就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云南月选择带着孩子留下来，已经是不可能中的意外的美事了。
至于王爷年想睡媳妇这件事啊，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也只能说从长计议，慢慢来啊，真的急不得。翌日，上朝之前，叶君爵依旧是翻墙进入的。阿月，本王要带什么菜回来？哎，不需要，并且停止你这种危险的想法。哎，云南月及时叫停，让叶君爵带萝卜和羊排回来。结果这位呢，买了好几车萝卜，10几只活羊。这才1天不到的时间，这叶王府所有的侍卫吃萝卜，那吃的脸色都是萝卜色。你安心的去上你的朝，买菜的事情不劳您操心。阿月，哎，好吧，记得想本王。趁着云南月不注意，叶君爵啪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投降成功的某王爷开心的像个得到糖的3岁孩子，连背影都透着高兴。幼稚鬼！额头上残留着某人的余温，云南月看着叶君爵渐渐消失在视线中的身影，嘴角弯起一道弧度。这云南月挎着菜篮子，早已是满满登登，眼瞅着快到中午，得赶紧回家做饭呐。可是，王爷，王妃不会又迷路了吧？菜场的外头停着一辆马车，驾车的贺东语气是相当肯定。你先回府。阿月。正在迷茫的云南月回过身来，你怎么在这儿？本王想着将功补过，不想让阿月觉得本王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人。下朝之后，叶君爵特地到菜市场买菜，并且有十足的信心不会出现昨天的情况。他要成为阿月眼中无所不能的人，即便是一个小小的买菜也是这样。这话让你说的，我从没说过你是个智障啊。我也刚刚买完菜，要不顺路一起回去啊？好，我们走回家。叶君爵牵着云南月的手，2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从这里向右转，走过3个街口便是我们的家。阿月，迷路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啊？你嘲笑我？并无。阿月还记得咱们第一次在青云寺见面的事情吗？记得。怎么了？其实本王一直都跟在阿月身后，听到你在佛像面前的各种祈祷，跟着你在后山来来回回的转悠着。当时本王在想，这女子究竟在做什么？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就是云南月的？云南月皱着眉，他觉得自己伪装的挺合格的，究竟是什么时候露出马脚的？这一切源自于一个梦。回想起当日的梦，原来当初梦中所指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本王向来不信神明，但此时此刻，我要感激上苍，他将你和孩子们送还到本王身边。阿月，本王一定会学着做一个好相公、好父亲。所以说你一直都知道，船上故意吓唬我，山洞故意看我出丑，还装失忆骗我。疼！阿月饶命！本王下次再也不敢了。还有下次？没有了。云南月揪着叶君爵的耳朵，叶君爵弯着腰配合着他，嘴上喊疼，可脸上是满满的幸福。就这样，2人回家了。可是刚进门，就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哎呀，闹鬼了！只见这院落中，周岩等一干叶王府的侍卫那是排排坐，一个个脸上涂的那就跟猴子屁股似的，全是胭脂，黑黑的眼影，粗粗的眉，哎呦，那血盆大口，别提多吓人了。王爷王妃，你们可算是回来了。你们这是不想当侍卫，要去纸扎店当小纸人吗？好家伙，这要不是确定是自己的家，对门是叶王府，他以为又迷路，误入了哪片坟圈子呢。还有，不要动，马上画好啦。趴在墙根的贺东都笑出声了。他一回来见事态不妙，十分聪明的决定在外头蹲着，要不然他也是纸扎小人中的一员。贺东叔叔，完犊子！就在这时，一道道剧烈的爆炸声突然响起，不远处的住宅区响起了炸雷般的声音。强烈的爆炸一过袭来，叶君爵第一时间将妻子儿女护在身下。这声音，拿燕13军吗？追！是。贺东、周岩等人得令，一个个纵身离开了小院，向着爆炸的源头追了过去。别怕，有爹爹在。叶君爵的大手摸着女儿的头，安慰孩子别害怕。被护在怀中的云岩和云叶彼此看了对方一眼，2个人的眼中浮现出一抹赞许，好像对某王爷的好感又加了一分。另一边呢，
周岩、贺东到了事发地，整间房子被炸得是凌乱四散。看着爆炸的规模，屋子里的人已经没救了。叶王府众人到了不久，在附近办案的大理寺少卿江觉等也出现在这儿。少卿大人，贺东抱拳行礼，简单的阐述了一下经过。当贺东他们一抬头，哎呦！江觉和一干大理寺的人纷纷吓得是倒退一步。贺侍卫，叶王府有人过世了吗？你别怪江觉问出这种话呀，那谁看了他们，那不得说一句是纸扎人成精了吗？谁家坟头爆炸，蹦出来这么几个鬼东西啊？少卿大人放心，我们王爷活得好好的，必定比少卿大人长寿。既然大理寺的人来了，卑职先走一步，还请少卿大人尽快给王爷一个答复。贺东转身离去，不再废话一句。此时的院落中，一袭玄色蟒袍长衫的叶君爵双手背在身后，下一秒兄弟两人左右上前，轰，合力攻击叶君爵。招数利落，但力度不够，你们败了。言儿和叶儿还小，等你们兄弟二人长大后，足以借爹爹3招。言外之意就是啊，就算你俩长大，也不是叶君爵的对手。那话怎么说来着？一生要强的老父亲绝不认输，就算对方是亲儿子。别闹了，都去洗手，一会儿吃饭了。王爷，下官江觉就见。其实江觉在门外都站了好一会儿了，看着院落中的每一个人，最终目光落在云南月的身上。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5年之后再见云南月，他像是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娘亲亲，是二狗叔叔呀！站在门边的江觉没有得到允许，就不能进去，只能站在门外头禀报。经查，此次南燕13军炸民宅是为了抢夺宅主的古玉。本王知道了，退下吧。爹爹，二狗叔叔说的南燕13军是不是害得哥哥们追牙的大坏蛋呀？宝儿，放心，有爹爹在，爹爹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给女儿洗干净小手手，叶君爵又给俩儿子洗手手，那得到的自然是兄弟俩挑眉的小表情。无需爹爹劳心，我们自己会洗手的。叶君爵，来端饺子，还想不想吃饭了？哦，来了，阿月，本王来了。某王爷殷勤地起身，向着厨房跑过去。出来的时候，手中端着2盘香气四溢的水饺。看到水饺，父子4人的眼神不灵不灵。哇，好香呀！云星辰拿起筷子，娘亲亲一个我一个，大哥哥一个我一个，二哥哥一个我一个，爹爹一个我一个，嘿嘿嘿嘿。也不知怎么着了，某王爷心中蓦然升起一个问题，比如说，如果说家中多了一条狗，那么他是排在狗前头，还是地位不如狗啊？转眼间，叶君爵将这个不切实际的问题嗖抛到脑后，他又何必自取其辱呢？还看啊？少卿大人没看够吗？这事情都说完，你还舍不得走啊？你看谁呢？看云南月吗？嘿，还真让周岩猜对了。江觉看云南月那眼神一点也不正经。有些话卑职不应该说，不过为了少卿大人好，还希望您记在心中。王妃是叶王府当家主母，您是国公的女婿。5年前您既然做出了选择，就别想着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卑职说这些话也是为了整个国公府考虑，毕竟少卿大人您也是知道的，我们王爷只对云南月母子4人有耐心，至于其他人嘛，这话呀说半段留半段，那至于后半段是什么意思，那只要不是个傻子都能想得明白。贺侍卫多心了，本官只是好奇一个毫无腹肌之力的女人为何会变得如此狠绝毒辣，还希望贺侍卫多留个心眼，莫要让闲杂人等混入其中，伤害了王爷。话音落下，江觉骑马离去。周岩走到贺东的身边，解读着江觉的那番话。东哥，他是不是骂你缺心眼呢？别人待着去。贺东翻他个大白眼儿。他现在非常的笃定，这孙子不但心里对云南月还有旧情，更是见不得王爷好。宅院中吃完饭的某皇叔自告奋勇地帮云南月收碗筷，并且承包了洗碗的工作。能行，交给本王，阿月放心。好吧，那就麻烦王爷。阿觉，好，那就麻烦阿觉了。他还有些衣服要洗，一个人做饭不行，买菜不行，洗碗这么简单的活要是再不行，那就可以收拾死去了。可是某女人刚把衣服放在盆里，就听到厨房传来噼里啪啦轰轰哈，那是锅碗瓢勺落在地上的声音，甚至还有东西砸碎的响动。完蛋了，爹爹这下惨了。云岩、云烨兄弟对视了一眼，尤其是云烨，深邃冷傲的眼眸中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些幸灾乐祸。叶君爵，
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是吧？这闯祸第一名啊！于是叶君爵又被赶出了斋院。阿月，本王错了，让本王进去可好？阿月。此时大门缓缓推开一条缝，一张肉嘟嘟的小脸探出来。在确认没有敌情之后，小家伙才将身后的食盒费力地拎到叶君爵的面前。宝贝女儿，还是你心疼爹爹。爹爹啊，您还是出去避避风头吧，这些是路上吃的干粮。云星辰很是认真地说。爹爹把厨房里的东西能砸的都砸碎了，娘亲亲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宝儿，你要相信爹爹，我不是故意的。某皇叔是真的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帮助妻子，可谁知道呢？这一挥手，灶台上的锅不小心落地了，为了接住锅，又不慎推开了盘子，然后整个厨房它就没有了。我当然相信爹爹是好心帮忙，我也相信娘亲亲现在想灭了爹爹。爹爹啊，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奶声奶气的话音落下，云星辰梆的一声关上门。王爷，贺东站在身后，想开口劝些啥，可这话到嘴边吧，他说不出来。本王要成为阿月心中完美无缺的相公，去找厨师，本王要学习厨艺。王爷，您日理万机，晚上还要受王妃的欺负，就不要去学习厨艺了。云南月虽然说的话是过分了些，但他说的不无道理啊。王爷，您在做菜这方面当真是一丢丢天赋都没有，还是不要勉强自己了吧。不需要了，本王可以向宫中御厨讨教一二。贺东没敢说呀，就算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他已经能够想象得到御厨们跪地求饶的场面，哎呀，惨不忍睹。另一边，云南月睡个回笼觉，就起床去买菜。这是，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当云南月抬起头，看着眼前宏伟的宫门城墙时，那是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妈蛋，怎么来皇宫了？阿月，阿月怎么来了？是想本王了吗？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我就是……可这话还没说完呢，就被一道力量拉进了怀里。阿月，干啥？有你在身边，真好。阿月，又干啥？中午吃什么？本王好饿。妍儿要吃蒸排骨，燕儿想吃凉拌藕片，小臭胖要吃拔丝地瓜。本王想吃阿月包的饺子。哎呀，不提饺子还好，叶君爵一提饺子，让云南月想起残破不堪的厨房。砰的一声，某女人从菜篮子里拔出了一捆芹菜，杀气瞬间翻涌。号外！粤北国九皇叔被一女子在皇宫门前殴打，文武百官们亲眼所见。怎么当真？什么？九皇叔被打了？是的，真否？这没可能啊！你说是真的？谁敢打九皇叔啊？怎么？要命了！九皇叔被刺杀了，此刻还是个女的。我的老天爷呀！九皇叔啥时候死了呀？仅仅一个正午的时间，云南月拿芹菜打叶君爵的事儿，哦呦，那传的是哪哪都是。这传言呐，是越演越烈。我出来买菜的时候遇到了云年昌，他在一品楼请我吃饭，饭没吃成不说，我还迷路了。迷路咱就开口问呗，问着问着，我就来皇宫了。但是某皇叔坚定且坚决地认为，云南月就是想他了，每分每秒都想跟着他。阿月的心，本王感受得到。不，你想多了。俩人顺着皇宫的路走着回家，一来呢是方便认路，二来呢他想和妻子有足够多的独处的时间。阿月，本王已经为你和孩子们定制好了华服，等回家后穿穿看，若是不喜欢的话，本王让绣娘改一改。好好的定制华服做什么？正在想着中午做什么菜的云南月抬起头来。叶君爵，宫宴。阿爵，行了吧？这宫宴上万一有人找茬的话，咱们是走下程序，还是干脆干他？老话常谈呐，按照电视剧小说的套路，宫宴会是一个剧情的分支。为什么呢？因为肯定会有人作妖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受不得委屈。阿月是本王的妻子，本王又怎会让你受委屈啊？光天化日的大街上，叶君爵低下头摸摸搭云南月的脸颊，温柔宠溺，齁得要命。流氓！本王还会更流氓的事情，阿月要不要看一下？哼！云南月看他一眼，那表情就怎么说呢？
我以前觉得你就是个闷骚的腹黑男。那现在阿月觉得本王是什么？哎，你听过一句话吗？明骚易躲，暗箭难防，就是你这种。本王只对阿月一人。叶君爵再一次附在云南月的耳边说着，至于后半部分的内容，那实在是和谐的只有听和说两个人知道。就连身体里21世纪灵魂的云南月听了，那也是老脸一红，是真真正正的羞红。夜幕之际，一辆马车咯啦哒咯啦哒咯啦哒进入了皇宫。今儿个是宫宴，文武百官可以携带家眷参加宴席。夜王妃到。夜王身后跟了2个小夜王。只一眼，所有关于夜王和他3个孩子的流言蜚语全部打破。什么云南月在18楼遇遭人非礼，生的撒是孽种，这全是扯淡。你看看，人长得是一模一样的亲子脸，几乎是复刻缩小版的铜版叶君爵。娘亲亲，他们为什么看着我呀？小家伙摇头晃脑的动作，萌得众人和他一起摇头，心里甚是欢喜。不少人低头看了看身边只会要这要那的臭小子，哎呦，这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早知道这么添堵，就不带这么个玩意儿来了。哇，好大的肘子！娘亲亲，你看他比我脸还要大。一大口咬下去，满满的幸福感。还想吃什么？爹得给你夹。那个茄子，那个肉丸子，还有那个雕着花花的胡萝卜。云星辰每指向一道菜，叶君爵就会一一将它加入小家伙的碗里。当然了，这做爹的不能厚此薄彼，莫王爷也给云岩云叶兄弟夹菜，结果被婉拒。哎，父子之间何须客套。就在众人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的时候，一个穿着大漠服饰的绝色美女缓缓走了出来，金发碧眼，像极了森林中迷路的精灵落入了凡尘。娘亲亲，那个大姐姐她不晕吗？这时音乐戛然而止，女子停下舞步，向着叶北国君叶天辰行那大漠的礼仪。阿丽亚见过圣上，愿天神赐予叶北和大漠2国万年友好。阿丽亚公主不弃万里之遥来叶北国送礼，足以见证叶北国与大漠的友谊。叶天辰和阿丽亚你一句我一句说着场面话，转头看了看忙着喂孩子的叶君爵，不由得挑起了眉。今儿不是宫宴吗？这怎么还有番邦公主来献舞啊？大老爷们儿长得那么帅干啥？就知道招蜂引蝶。再说这阿丽亚，哎呦，那目光就像粘在叶君爵的身上。圣上，本公主愿意嫁给叶王做妃，但叶王只能独宠本公主一人。一瞬间，殿中是万籁俱寂，惊得连彼此的呼吸都听得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数以千百计的目光落在大漠公主阿丽亚、叶王妃云南月和九皇叔叶君爵的身上，那是飘过来飘过去，飘过来飘过去。我的天哪！我说阿丽亚公主，你不能因为一时的眼瞎，导致整个后半生陷入水深火热，这会影响2国邦交的。咋的呀？这大漠皇宫不好玩啊？你想上18楼狱溜达溜达？阿丽亚公主，此事万不可行。你不想活了，朕还想多活一段时间呢。早知道大漠会派来这么一个缺心眼的公主，他绝对一纸文书，给他怼回去。圣上，按照我们大漠的规矩，只要有实力便可将喜欢的人抢来，所以本公主要挑战叶王妃。喂，花痴少女，你要挑战我，至少看着我呀，别总盯着我家阿瘸流口水。阿月，来尝一口宫中做的甜点。我哪有心情吃东西啊？他要做叶王妃，你答应呗。本王的妻子只有阿月一人，若有人胆敢挑拨本王与阿月之间的关系，杀之。没有人不相信叶君爵的话啊！但凡这个阿丽亚再说出半个字，哪怕是飘出一个声音，估计下场不是五马分尸，就是乱刀砍死。显然这阿丽亚也被叶君爵的气场吓到了。可就在下一秒，一道奶声奶气的声音回荡在众人的耳畔，萌的嘞，人心都要化了，逗的嘞，大家是捧腹大笑。我爹爹和我娘亲亲是非常非常恩爱的，要不我和阿亚亚大姐姐比一比，我要是输了，阿亚亚大姐姐就是我娘亲亲和弟弟的女儿，阿亚亚大姐姐要是输了，我要是赢了的话，阿亚亚大姐姐就给我买好多好多好多的糖果。我们比赛唱歌跳舞吧。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门前大桥下有个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咕呱咕呱，人呀人多呀，数不清到底多少呀。本应该是一首欢快的儿歌，愣
更是在小家伙的带领下成了现场演唱会。你干啥？云南月看着站起身挥动着双手给云星辰应援的老父亲，一脸的嫌弃。小星星真棒，爹爹永远支持你。你给老娘坐下！云南月揪着他衣服让他坐下，恨不得堵上他的嘴。小的人来疯，大的丢人。女配都上门挑事儿了，这爷俩没有一个按照常规的打脸爽文走下去的。坐在一旁的云岩和云叶也是掩面低头。呵死！要是能选，他们宁愿在家里写检查，也不到这儿来丢人现眼。谢谢各位叔叔、伯伯、婶婶、阿姨的捧场。接下来我再唱一首《两只老虎》。哎，你跟老娘回来！你也给我坐好了。我知道了，娘亲亲。爹爹，我唱歌是不是很好听？宝贝女儿简直就是天籁之音，爹爹很喜欢。你们爷俩是不是没完了啊？云星辰，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武林高手，敢随随便便的挑战别人了？万一对方是个十恶不赦的混账玩意儿，怎么办？没说你，你别多心，我给孩子举个例子而已。说着，操碎了老母亲心的云南月目光又落在叶君爵的身上。你个当爹的，是不是也觉得心里特美啊？我告诉你，要是再任由小崽子胡闹下去，出了什么事情，我一定把你埋土里，种土豆。当着众人的面，云南月训斥着叶君爵和云星辰父女。娘亲亲，人家错了嘛，你不要生气了。阿月，本王也知道错了，你不要生气了。哼，娘亲亲笑一个嘛。阿月，笑一个嘛，你笑起来的时候特别美，美的本王心神荡漾。什么？还心神荡漾？哎呦！听着4个并不合适组的字组成了一个并不合适的成语，文武百官也不知道这九皇叔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呀。大庭广众这么荡漾，你是认真的吗？大殿之上，一家5口是其乐融融，显得阿丽亚公主特别的尴尬，一道又一道视线来回徘徊，看看九皇叔一家子，再看看无人理会的大漠公主阿丽亚，谁能告诉他们这接下来的剧情该怎么发展呢？云南月，本公主听闻你被九皇叔休过，在18楼。阿丽亚公主长途跋涉也累了，来人，送公主回驿站休息。不等阿丽亚说完，叶天辰果断地打断她的话。大臣们也是面色一紧，那表情就像看白痴一样。请问尊贵的阿丽亚公主，你们大漠人的脑子都是这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大臣们心中吐槽着阿丽亚没有眼力劲儿，就这种娇生惯养的公主，那真要是被送到叶王府，你就别说做叶王妃了，那做叶狐都说不定，估计不到半个时辰就被送走了。多谢圣上关心，本公主并不觉得累。本公主只想告诉在场的所有人，她云南月根本没有资格做叶王妃，只有像本公主这样身份高贵的女子才有资格站在九皇叔身旁。云南月这5年来一直都生活在恶罗编布的18楼狱，那样恐怖诡谲之地，一个女子又怎能保持清白之身呢？本公主有铁证足以证明3个孩子根本就不是九皇叔的血脉。阿丽亚拍了3次手，大漠侍女走上前，3个侍女手中每人端着一个木质的托盘，上面放着一封血书、1块宝石和一个玉佩。圣上，九皇叔，诸位叶北国大臣们请瞧仔细了，第1张血书是当年在18楼狱给云南月接生的产婆所写，里面字字句句写明了云南月在18楼狱种种情况。第2块宝石和第3枚玉佩则是3个孽种的生父信物，产婆说只要拿着2样物证便可去临南国认祖归宗。尊贵的大漠公主阿丽亚殿下，他们很想再一次问一句，你们大漠是不是觉得七国存在的时间太久，想找点刺激，比如说灭国？只见云岩走到大漠侍女的身边，眼眸淡淡的扫过托盘上放着的证据。不需要，你家儿子能处理妥当。娘亲亲，那个阿亚亚大姐姐为什么要撒谎？师傅傅说当年是您自己生下的我们呀，没有产婆的。乖，看戏就好。云南月摸着女儿的小脑袋，她也好奇阿丽亚拿出这些没有用的伪证目的是什么？是要羞辱她，让叶君爵嫌弃她，然后让她自己坐上叶王妃的宝座？小东西，你看什么？本公主难道诬陷了你们的娘亲不成？阿丽亚公主方才说血书是产婆所写，玉佩和宝石是陵南国所产的信物，可对？云岩抬头，目光直视着阿丽亚。被一个5岁的小孩目光震慑到的阿丽亚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
那道目光看似温和，实际上却犀利的像是一把刀，下一刻要剖开他的心脏，将他置于死地。请问阿丽亚公主，你确定这是陵南国的玉佩和宝石吗？是。阿丽亚很笃定地回答着，他倒要看看一个半大点的小孩能说出什么可笑的话来。既然如此，那我想问一句，阿丽亚公主，明明是出自雪国落雪神殿的玄冰石和出自瀚海无尽阁的海蓝佩，为何你却要说成是陵南国所有？谁说是公主殿下？贸贸然打断他人说话是不礼貌的行为。听我说完，以陵南国的气候条件不足以产出千年玄冰石，也找不到一枚海蓝佩。至于那一封血书更是滑稽，在下虽然年纪尚幼，但人血和鹿血还是分得清的。你贵为一国公主，却满口谎言，凭空捏造伪证诬陷我娘亲，更是费尽心思想要坐上叶王妃之位。请问公主殿下，醉翁之意不在酒，究竟在何处？说者无心，可是听者有意呀。在场的文武百官揣测着云言这番话中深层的含义。难道说阿丽亚公主的目的根本不是叶王妃，而是九皇叔手中的兵权，或是找机会刺杀九皇叔？你休要胡言乱语！本公主才没有想夺什么兵权，更不会杀九皇叔。就算是千年玄冰石和海蓝佩不是陵南国所有，你又如何能证明这两样东西不是你娘亲的亲夫所留？哎呦，朝臣们对于阿丽亚公主的好印象一下子降低了很多。就这还尊贵的公主，比那市井泼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在孩子面前说话如此的不知检点，这大漠皇家的礼仪都交到汪汪身上去了吗？什么？阿丽亚不解地看着云言，我方才看错了，这两样物件并不是雪国落雪神殿的千年玄冰，也不是什么瀚海无尽阁的海蓝佩，就是陵南国所产的普普通通的宝石玉佩而已。你戏耍本公主？是公主殿下您自己蠢笨，怨不得别人。嘿嘿，杨亲亲，那个阿丫丫好笨呀，还想诬陷你给弟弟戴了绿帽子，结果他自己给绕进去了，哈哈！一记暴力敲在他脑袋上。谁教你的？戴绿帽子？哎呀，他从来没有教过三个孩子说这话，跟谁学的啊？痛！爹爹，杨亲亲敲我脑壳。爹爹给揉揉，宝贝闺女乖，以后这些不好的话咱们不要再说了啊。叶君爵心疼地揉着闺女的小脑袋，除此之外立刻和云南月澄清，他女儿学的这些话跟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本王从不曾教女儿说这些，本王保证。就在这时，三个侍女中的一个纵身一跃，从那托盘底下抽出藏好的匕首，向着云岩冲过去。云岩手持改良过的折扇，折扇中极其细小的细丝抵挡了匕首的突袭，砰的一声，叶君爵一掌将侍女击飞，当场毙命。娘亲，儿子无碍，您别担心。阿丽亚，杀我可以，只要你有这个本事，无论结局如何，我不与你追究对错。但你错就错在敢动我的孩子。孩子？本公主没有，本公主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阿丽亚被云南月的气场吓得是连连后退，侍女所做的一切她根本就不知情。你不能杀本公主，本公主是大漠的明珠，你若是敢动我，我父皇定会与叶北国发起战争。与我何干？见云南月要在大殿上动手，龙椅上一直看戏的叶天辰终于开口了。叶王妃手下留情，此事蹊跷得很，待朕查明以后，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可是，云南月根本就不搭理他。叶天辰明白，和云南月说话那就是对牛弹琴，他只好绕过云南月，看向叶君爵。九皇叔，2日之内，朕定会给你和叶王妃一个答复，到时候是杀是剐，阿丽亚公主随你们处置。圣上仁慈，但有心人欲要在大殿上行刺，本王又如何能坐视不管呢？就在所有人笃定阿丽亚会让云南月掐死的时候，一道浑厚的声音响了起来。年纪轻轻的，这么大火气可不好啊！有啥事啊？大家坐下来理清楚啊！这样，九小子，你卖老夫个面子如何呀？砰的一声，将阿丽亚从云南月手中救下的老者，又将人扔到了远处，就像丢垃圾一样随意。三皇叔，还行啊，还知道叫老夫一声三皇叔。哎呀，咱爷俩都几年没见了，有10年了。哎呦，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你们都这么大了，老夫也老了许多哟。你就是九小子的王妃？
咦，长得挺标致的。你，云南月微微蹙眉，他越看眼前这老者，就越觉得眼熟。你是那个卖我假药的老逼灯？不是，你看错了。他没有干过卖假药这种缺德事儿。我记得你卖给我300两的萝卜干，充当珍贵的药草。哎呦，怎么可能啊！老夫不是。阿月，三皇叔当真是骗了你钱的那人？这件事儿叶君爵是知道的，他还命令贺东找人，可是叶王府的侍卫都找不到这样一个老者。原以为是有何通天的本事，原来是三皇叔啊！当日我在菜市场买菜，遇到这老逼灯卖药，这白布上本是各种珍奇的药草，可经这老逼灯的手之后，就变成了萝卜干。九小子他媳妇儿，你能不能礼貌点，别一口一个老逼灯的啊！按照辈分，你还得叫老夫一声三皇叔呢。他堂堂叶北国资历最老的王爷，是看着九小子长大的长辈，叶君爵当然会信他。但是下一秒，叶江月被残酷的现实狠狠地打脸。阿月是晚辈，三皇叔还钱吧。不是，九小子，老夫可是你亲皇叔啊，你不怕老夫？面对着要自己还钱的叶君爵，叶江月一脸的震惊啊！三皇叔固然是本王的亲皇叔，但阿月更是本王的妻子。好你个叶君爵啊，你宁可相信一个外人，也不相信老夫。老夫真的好伤心，真的好难过呀！阿月不是外人，是本王的妻子。老王爷误会了，您呢虽然骗了我300两，但今日能遇见你啊，我只想说一句谢谢。为啥呀？老王爷可还记得，您卖给我假药的同时，也赠送了一根紫色的竹棍，那竹棍可是神仙之物啊，说是磨成粉末入药，能有延年益寿的功效。真的假的？老夫怎么不知道紫竹还有这么厉害的功效啊？早知道就不给你了。岳老王爷不用紧张，虽说您老骗了我300两，但那紫竹所值的价钱，少说也有300万两。多少钱呢？300万两。云南月着重重复着紫竹的价值是300万两。老夫卖给你假药，还你300两就是了。当初是你从老夫手里抢走的紫竹，现在理应当还回来。我怎么给忘记了？那紫竹已经被我当成烧毁的木柴了呢。阿菊，岳老王爷不会怪我吧？无需担心，阿月想要多少紫竹，本王便给阿月寻多少来。至于三皇叔，他有错在先，自然不会怪罪阿月。阿菊，你真好。靠在叶君爵的怀里，云南月满脸的笑意，那气的是叶江月炸毛。他指着云南月说的是个狐狸精，狐狸精，骗人精，狐狸精，九小子，你会被这狐狸精榨干的。本王心甘情愿被阿月榨干。谁能懂他的苦啊？这心爱之人就在眼前呢，可是每天晚上他都被扫地出门。你没救了，老夫不跟你们玩了。呵了一声，说来就来的叶江月转身就离开了大殿。刚才的一切像是一场闹剧一般的荒唐，谁也不知道这岳老王爷出场短短的1刻钟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但是下一幕怎么演呢？来人，将阿丽亚公主扔入天牢，问出幕后之人。叶天辰大手一挥，宫中侍卫将阿丽亚拖了出去。这场闹剧也算是画上句号了。咯哒咯哒咯哒，马车向着叶王府前进。云星辰一颗一颗扒开糖果，先喂给云南月，又给了云岩、云叶，最后是叶君爵。倒不是故意将 Daddy 放在最后，那是因为距离比较远。龙叔叔，给你吃糖。小金主，糖真甜。猫侍卫那说话都带着颤音呐，这要不是人多，他都给哭出来。阿月放心，本王绝不会让阿丽亚活着走出天牢。不需要，他只是个炮灰而已。他看得出一个人是不是撒谎，从阿丽亚恐惧的目光中不难看出，这个傻可爱从始至终都是被人利用的，并不知道其中具体的细节。而且你三皇叔也出面了，我总不能将事情做得太绝，让你难堪吧？阿月，本王有你，夫复何求？叶君爵一把将云南月抱在怀中，中间还隔了云岩、云叶两兄弟。被挤着的兄弟俩甚是无奈呀，想推开，可是那个力道紧紧地束缚着三人，根本就挣脱不掉。我也要抱抱。见娘亲、爹爹、大哥哥、二哥哥如此和谐，小家伙也要参与，一个泰山压顶扑了过去。妹妹不要！可为时已晚，这肉嘟嘟的云星辰已是飞身而上。是夜。阿觉，
你的房间在对门，叶王府。本王今日乏累得很。来，阿月。躺在贵妃榻上的叶君爵向后退出一个人的位置。你是海豹吗？来，阿月，躺本王身边。看着像是一只人形海豹的叶君爵拍打着身边的床榻，云南月阴沉着脸后退一步，指了指叶王府。叶君爵。阿月，干什么？你什么时候睡本王？本王身强体健，随时随地准备着。滚！叶君爵又被赶回叶王府了。守在宅院外的贺东看到自家王爷，一点也不觉得意外。王爷，别放心，持之以恒，终有一天您会如愿以偿地睡了云南月，或者被云南月睡了。是夜，危险与腐朽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皇宫天牢之内，绑着双手的阿丽亚被关在半空中。秦公，前一天晚上有人和我说能办到云南月让我成为燕王妃，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对方只说将这3样宝物带进宫，按照他所说的去做，定会将云南月赶下去。九皇叔，我当真不知是有人要刺杀你，求你放了我，你想要什么都行。阿丽亚公主，这世间本王最在乎的便是阿月和3个孩子，可因为你的蠢，险些酿成大错。没有温度的字字句句回荡在天牢里，像是一把冰锋利刃，将阿丽亚全身的血肉生生的剥离。我错了，九皇叔，我真的错了。看在大漠与叶北友好的份上，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好不好？等我回到大漠，一定会奉上让你满意的千里的。你在威胁本王吗？也好，本王一直想找个借口灭了大漠。不要！任由阿丽亚撕心裂肺的叫喊也是没有用的。叶君爵早已离开了天牢。另一边，叶王府对门的宅院，云南月刚刚躺下不久，门外响起了一道敲门声。小娘子，是我，你最心爱的小恋恋。推开门，云南月看着面前的蒙面男，忽然间一掌奉上，把个呼延烈打得后退了10几步。别，小娘子，你先别动手，我有话跟你说。事关苏家宝藏钥匙，有人在黑市高价悬赏你们母子4人。你看见那道门了吗？看见了。呼延烈顺着云南月指尖的方向看过去，让他看院门做啥子？我呢，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只给你10个喘息的时间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要不然你会成为一具尸体，被我从这道门扔出去。10、9，随着云南月空灵好听的声音一声一声的倒数，留给呼延烈的时间不多了。有人在黑市出高价悬赏你和你3个小崽子的人头更加突袭，你手中有苏家钥匙，现在已经有不少杀手埋伏在暗中，伺机而动了。当日之事，小爷有错在先，小爷给你赔个不是。看着突然间向自己砰砰磕头的男人，云南月的表情是蔫儿的嫌弃。你多多少少有个大病，所以说你今晚上来的目的，除了挨揍，还想说什么事情？合作。哦，那我倒是好奇了。呼延烈说着关于南燕13军的种种，他们是燕越国的后裔，生生世世都在为了复国而战斗。可就在最近100年的时间，南燕13军的内部出现了分化。哎，打住！我不想听你们南燕13军又臭又长的历史故事，30个字以内说完。30个字。看着逐渐失去耐心的云南月和他下的最后通牒，呼延烈拧着剑眉，认认真真的计算着。我要用你做一次假饵，引出潜藏的细作，将其一举击溃。还剩下8个字呢，比30个少了8个。聪明如他。呼延烈盯着沉默不语的云南月，他再一次开口想要劝说，空灵好听的声音回荡在耳畔。时间定在何时？越快越好。好，明日夜间百宝楼见。小娘子。听到云南月答应与他合作，呼延烈激动的上前要抱住他，以此来表达心中无法描述的情感。结局嘛，某个黑道大拿以圆润的方式滚出了院门。小娘子，你怎么又打脸了你？翌日，上朝之前的清晨。帮我干嘛？好。哎，你也不问问是什么忙啊？哎，阿月相信本王，本王相信阿月。晚上有时间没？有，本王不仅有时间，身体也非常健硕。深邃的眼眸瞬间抬起，孟皇叔眼中的神情非常的耀眼。想都不用想，云南月抬起手，一个暴力敲在了叶君爵满脑子乌七八糟的脑袋上。我晚上要去一趟百宝楼，孩子就交给你照顾了。满脑子就知道睡的。他虽然选择留在京都，
可是他并没有准备好要和叶君爵过上如胶似漆的生活。或许再等等，等他有了足够的心理建设，然后再顺其自然。是夜，百宝楼3楼的雅间儿。你放心，四周隐藏的杀手已经被解决了。你手里拿的是程家宝藏钥匙。程家有何不妥？呼延烈不懂云南月为何疑问。没什么，只是从前一个因为一把钥匙而被灭族的家族而已。哎，小娘子，你看那人是不是叶君爵呀？他身后跟着的是不是你家3个崽啊？云南月顺着呼延烈所指的方向看去，不愧是叶君爵，那出场自带 BGM。原本因为苏家的宝藏钥匙吵得不可开交的百宝楼瞬间安静下来，静得连彼此的呼吸都听得一清二楚。暗中伺机而动的杀手更是退后了数十步，生怕一个不小心让叶君爵这活阎王发现没了小命。话说他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还带着他们？阿月是本王唯一的妻，本王可要小心地保护在心尖上，容不得任何人伤害半分。有本王在，阿月放心拍卖苏家钥匙便是。对呀，娘亲亲放心就是了。爹爹哥哥们和我都会保护好娘亲亲的。若是谁敢对娘亲亲不利，我一定敲他满脑袋包。好可爱呀！叶君爵踏入雅间之前，呼延烈先一步离开了。另一边，今天我倒是要看看你还如何全身而退。百宝楼到处都是想要杀了云南月、抢走宝藏钥匙的人，就算叶君爵出手，也改变不了什么。今天晚上，云南月死定了。百宝楼的红衣女子林瑶站在拍卖台上，她看着1楼、2楼、3楼人山人海的画面，秀眉微微的蹙起。大姐姐！趴在栏杆上的云星辰向着林瑶挥了挥手，转过头对着云南月说了一句童言无忌的话：娘亲亲，大姐姐的奶奶好大好白呀。从这小家伙的角度看上去，那还真是又白又圆又大呢。云南月低头看看自己的胸，虽然不小，但也不大，可是比起百宝楼的女拍卖师的海量，那就是自取其辱。这时一旁的叶君爵为妻子找回尊严。以前你们娘亲也很汹涌，那时候啊，爹爹单手勉勉强强才能握住，要不如你们3个的原因，这才渐渐小了些许。可不管你们娘亲是大是小，爹爹都爱着。砰的一拳，云南月由下而上，一拳打在叶君爵的脸上，瞬间2行鼻血流了下来。叶君爵，你想死是不是？我送你一程。云南月咬牙切齿叫着叶君爵3个字，恨不得当场将某黄树挥师灭迹。阿月，本王错了。被云南月紧紧勒着脖子的叶君爵求饶认输。坐在一旁的云岩和云叶站起身远离战场，免得被溅一身血。哥，娘亲不会勒死爹吧？不爱的，爹得扛揍。当这里是自己家，叶君爵，你说再敢当着孩子们的面乱说，小心我送你驾鹤西游套餐。阿月，何为驾鹤西游套餐？被勒着脖子的叶君爵虽然嘴上求饶，可是靠在云南月胸前的某皇叔竟是一脸的享受。我知道，爹爹这个问题我知道。声情并茂地给叶君爵解释着套餐里涵盖的各项内容，从人死到出丧，不管是棺材费还是墓地费一并算在内。驾鹤西游套餐的精髓就是这个挖坟。谁跟你说的这些？好鬼爷爷呀，他给我讲了好多百鬼山庄的事情，还说有时间要带我去看百鬼夜行呢。听到女儿提到红鬼，云南月勒住叶君爵的手，加重了一分力道。哼，天杀的老杂毛！等着，等他有时间回去探亲，不把这老杂毛脑上的脑袋给他全薅下来，他就不叫云南月。娘亲亲，你若再勒下去，爹爹可能真的要驾鹤西去了。云星辰奶声奶气，善意地提醒了一句。而此时楼下咣当一声铜锣的响声回荡在众人的耳畔，示意众人拍卖正式开始了。有请叶王妃上台。也不知道是他们的错觉，还是云南月她太美了，更是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萦绕在大家的鼻尖，让人的脑海中不自觉地产生神往，又不敢亵渎。可是砰的一声巨响，将所有人的思绪拉回了现实。众人只见叶君爵大手一挥，一巴掌将一名黑色男子拍到了10米外的墙上。跟在叶君爵身侧的小男孩也是一脸的冷傲，深邃的眼眸和九皇叔一模一样，充斥着森冷的杀气。爷俩没说一个字，可眼神说明了一切。敢对本王的妻子心生不轨，找死！敢对本少爷的娘亲心生不轨，找死！
你能不能坐一边去啊？不是有椅子吗？本王想和阿月站在一起。我能应对，你安心坐下。好吧，本王听你的便是。叶君爵欲要转身，被云南月拉住了衣袖。本王就知道，阿月不舍得本王离开刹那。你衣服上的扣子缠住我头发了。也是奇怪了，玄衣蟒袍上的扣子是内扣，他的头发怎么好死不死缠在上面了？你动的手？没有，阿月误会本王了。本王哪里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看台下的众人一个个抿着嘴，他们是多想告诉云南月，刚才九皇叔是如何把他的头发缠在他衣服内侧的暗扣上的。缠绕在暗扣上的头发解开了，下面要进入拍卖的环节。今晚上百宝楼拍卖什么，诸位也清楚，我在这里也就不多说了。我这个人做事呢，最是利落果决。这枚钥匙便是苏家的宝藏钥匙，也是诸位一直想要争抢的东西。可终究啊，是狼多肉少，所以价高者得。在一盏茶的时间内，出价最高的人便是此把钥匙的最终得主。为了确保得到钥匙之人的人身安全，叶王府会派人全程护送他，直至离开京都。众人一开始还在思考着云南月要如何拍卖钥匙啊，他们得到了钥匙之后会不会自相残杀呀？可是没想到云南月竟然连这个都考虑在内，这太人性化了，真是感动啊。好了，废话不多说，一盏茶竞价时间开始。1万、10万、100万、500万、1000万、2000万、3000万。终于在有限的时间内，最高出价者是来自北海的袁家。河东，护送袁家人离开，若有谁胆敢动手，杀无赦。行了，这苏家的钥匙已经拍卖了，云南月也失去了价值。聚在百宝楼的人也纷纷的撤离，准备到京都外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去堵那姓袁的小子。这就要走了，可我这儿还有一把宝藏钥匙。苏家宝藏钥匙不是卖出去了吗？第一把钥匙是卖出去了，可这是我娘留给我的另一把钥匙。诸位可能不知道，当年我娘亲苏月儿留下的不止一把钥匙，也许袁家拿走的那一把是假的。最终这第二把钥匙也以3000万的价格卖出。可是当第二把钥匙被李家买走之后，云南月苏又拿出了第3把苏家宝藏的钥匙。玩呢？您是不是玩呢？把大家当傻子是不是？云南月，你到底还有多少把钥匙？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哪一个才是假的？我数数啊，诸位别急哈。算上袁家和李家买走的2把钥匙，一共是20枚，正正好好，不多不少。见人们脸上的表情阴郁的能拧出水来，云南月示意众人稍安勿躁，他可以狡辩啊，不是，他可以解释。这样吧，剩下的18枚钥匙我也不拍卖了，直接随机抽取18个幸运儿，以每一把1000万的价格卖出去。云南月这话一出，那台底下炸锅了。那幸运儿的标准是什么？对呀，怎样算是幸运儿？是这样，诸位进来的时候不是人手一个号码牌吗？我会说出18个数字，如果对应了各位手上拿的号码牌的数字，那就是幸运儿了。也不再墨迹，云南月说出了18个号牌数字：甲13，乙26，丙47，丁78。站在高台上的18个人是一手交钱，一手拿着钥匙。18人中有富商，有世家大族，有神秘组织，也有呼延烈钦点的内鬼细作。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18个幸运者！掌声吗？没有。抢不到幸运儿的名额的人们怒瞪着18人，恨不得现在冲上去就去抢钥匙，甭管真假，至少拿到了就有55开的几率。正当众人思考着怎么杀人越货呢，忽然身子一软，一个个像软脚虾倒地不起。这是怎么了？不好，中毒了！百宝楼血腥一片。处理完了内鬼，黑衣黑面的呼延烈提着刀走向高台。哟，怎么想毁约了？小娘子，你是真的狠心呐，竟然在我的身上也下了毒。哎，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会告你诽谤的。小娘子，你……啪的一声，不等呼延烈小娘子之后的话说完，叶君却一巴掌呼在他脸上。也算是呼延烈命大，没有像刚才那个人一样直接护在墙上。再叫阿月一声小娘子，本王杀了你！叶君爵，你不过也是为了苏家宝藏钥匙而来，何故装得那么深情？解药和剩下的钥匙都该给我了吧？解药嘛，自然不给你啊。
谁知道明天后天活着，这大后天你又生出什么幺蛾子来了？我得留一手底牌，足以牵制呼延烈的底牌，否则这货再干出要挟他孩子的事儿来，那就得不偿失了。至于程家的钥匙嘛，我刚才不小心一起给出去了。哎呀 ，sorry 啊，你只能自己去找他喵了。云南月，既然你成为我南燕13军的军师，这以后我们便要仰仗您这位叶王妃了，也要多多仰仗九皇叔才是啊。呼延烈说的这么大声，全场人听得一清二楚，面上一抹得意的笑容浮现。下一秒，呼延烈动身一跃，和一众南燕13军离开了这里，只留下懵逼且中毒的众人齐刷刷地看向云南月。毫无疑问，呼延烈留下的这句话是故意在抹黑他。诸位，按照叶北国的律法，传播谣言致人死亡，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是一个柔柔弱弱、是无缚鸡之力的女子。阿月，你心地太善良了，本王见不得你受委屈。叶君爵深邃的眼眸在看向云南月的时候，那是满眼的温柔和宠溺。转过身看向躺了一地的旁人，那眼神就像看死尸。人们都不是傻子，知道云南月什么意思，也懂得叶君爵想要杀他们灭口。咯啦哒咯啦哒咯啦哒，一辆马车抵达了叶王府。哎，你不去睡觉？本王饿了。叶君爵盯着云南月的眼神闪烁着饥饿的光。准确地说，这一路走过来，他炙热的目光始终落在云南月的身上。若是在以前，他一定会一把撕开眼前女人的衣服，发泄心中积压已久原始的冲动。吃面吧，吃完面回去睡觉。阿月，你什么时候睡本王？本王会的姿势很多。正在吃面的云南月一个没忍住，刚进嘴的面条原封不动吐回了碗里，抬头凤眸盯着一脸怨妇表情的叶君爵。过2天。好，那咱们一言为定。得到答复的叶君爵那别提多高兴了，3口5口吃完热汤面和茶叶蛋，这才恋恋不舍回王府睡觉。其实啊，云南月说的过2天，这是一个含糊的概念。比方说，我过2天请你吃饭呢，我过2天再和你说件事儿啊，是这么个意思。有可能是3天，有可能是5天，也有可能是10天半个月。但是这某王爷理解的2天，那就是2天，就是我们正常说的大后天。翌日上朝之前，你是小孩吗你？阿月，本王想要一个亲亲，一个就好。别急，一口亲在脸上。滚，赶紧消失！20多岁要奔3，4舍5入要入土的人了，这怎么活得像个熊孩子呀？送走了叶君爵，云南月回到宅院睡了个回笼觉。起来之后给孩子们做早餐，送崽子们上学。咯啦哒咯啦咯啦。前往叶北书院的马车上，云南月千叮咛万嘱咐，自我防卫准许动手，其他情况下视情况再动手。要是再被停课回家反省，那小皮鞭离他们的小屁屁可就不远喽。哎呀，娘亲亲放心，我们绝对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惹事儿。就你最不让娘亲放心。娘亲亲，人家会听话的嘛，人家是个让娘亲亲放心的好小孩。晚上我来接你们，上学去吧。好，娘亲亲再见。娘亲再见。娘亲再见。下午的时候，叶君爵和云南月去接孩子放学，远远的就看到仨孩子和那些和他们有过节的20多个孩子对立而战。叶君爵的眼色立刻沉下来，寒气源源不断的迸发，要多恐怖有多恐怖。大哥，你收收杀气行吗？阿月，他们欺负本王的崽崽，睁大你眉毛下面那2个出气孔看清楚，这是欺负啊！云南月真想邦邦给他2拳。严哥、叶哥、大姐头，慢走！严哥、叶哥、大姐头，我的乖乖！云南月蹙着眉，看着20多个少年口中的敬语和整齐划一的动作，一股浓浓的黑道既视感那是扑面而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许打架，回家要按时完成作业。对了，还要帮助爹爹娘亲做家务哟。是，大姐头，我们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打架，按时写作业，还会帮爹娘做家务，请大姐头放心。叶君爵，现在退学还来得及吗？从叶北书院折回的马车上，云南月看着仨小崽子，问他们书院里发生的那一幕要怎么解释呀？说说吧，怎么回事？严哥、叶哥、大姐头，怎么着？你们是想开帮立派？
要不要为娘的给你们3个找个左右护法？娘亲亲，干嘛大姐头？人家才不是什么大姐头呢，人家是娘亲亲最爱的小宝贝。别想蒙混过关。娘亲，儿子保证我们兄妹3人确实是没有动手，是颜青他们找来的。云言说着经过，他们兄妹仨从石头回来的时候，20多人已经在教室门前等着了。本以为是来找茬的，可结果不是这样。为首的2名少年名叫颜青与黄大雄，他们说代表20余人要做我们兄妹3人的小弟。对对对，他们还说什么麻薯、柿簪啥的。云星辰点着脑袋，当时他还以为又可以打架了，结果不是，还有点失望呢。记住，为娘送你们是去上学的，不是去当什么扛把子的。说是再让我知道你们作妖，小心你们的屁屁。不怕不怕，有爹爹在。还有你要是敢纵容他们作恶，我连你一起打。在教育孩子上，他不允许任何人无脑宠溺，他要的是3观健全的孩子们，而不是什么纨绔子弟的熊孩子。你们娘亲说的对，记住，小小年纪万不可打架斗殴。爹爹你好怂呀！爹在外人面前那是凶恶的大老虎，在娘亲面前，喵，那就是小猫咪。这不叫怂，爹爹教你们一个成语，这叫相敬如宾。把怂说得如此理直气壮，爹爹也是当世第一人了。这立秋之后啊，天黑的早了些，只是这饭还没吃完呢，这门让人推开了。王爷、王妃，圣上遇刺，求王妃赶快进宫出手相救。一辆马车前往皇宫，你们让开。走上前，龙床被血染红。云南月切了一下叶天辰的脉，又查了查他的伤势，心中已然有了定数。就准备准备吧。准备什么？当然是准备止血用的药、缝合伤口和消毒的器具了，还能准备什么？准备棺材吗？我们这就去准备。原来是这个意思。御医们松了口气，连忙起身去找云南月要的东西。九小子，你真敢让狐狸精下手啊！你可知，但凡圣上有任何不测，这一切的因由都归咎到小狐狸精头上，从而牵连整个燕王府。到时候，就算你有再大的本事，也保不住小狐狸精安稳无忧啊！叶江月正说着心里的担忧，只觉得腿一疼，像是有什么东西踢了他一脚，回过头却什么也没有发现。老头，我在这儿呢。小女娃娃，按辈分你应该叫我一声黄爷爷。哼，臭老头，我娘亲亲的医术天下第一。还有，我娘亲亲不是什么小狐狸精，他的娘亲那是天下1等1的医师，没有人比他娘亲更加的厉害。他的娘亲也是天下1等1的美人，比那狐狸精还漂亮呢。关闭的店门缓缓地打开，哎呀，那一瞬间呐，文武百官跪在地上是哭成一片呐。圣上，你怎么就走了呢？扔下老臣的！一声声的嗷回荡在天地间，凄凉无比。皇奶奶，我父皇，你父皇。话说一半留一半，云南月一边拿着干净的卷帕擦拭手上的血迹，一边嫌弃地看着哭丧的大臣。你们哭啥？叶天辰又没有归西。云南月这话一出口，哭声戛然而止。跪在地上满脸泪痕的文武百官再一次将目光投过去。看我干啥？我连续干了5个小时的活，叹口气不行啊？那圣上咋样了？还能咋样？受了那么重的伤，当然是躺床上休息呢呗。咋的呀？还想让叶天辰给你们来一段社会摇？不是，等会儿，先不说社会摇是什么玩意儿，不是就说您叹气的时候能不能分一分场合呀？啊，就您刚才那叹气，刚才那画面，那表情，谁看了不以为皇上病天了？你故意的吧你啊？故意的吧？故意的吧？故意的吧？真不愧是9皇叔的女人，一样的疯批。瞪我干什么？再瞪我，一个个眼珠子给你们扣下来。你爹没事了，休养一段时间就能痊愈了。回头记得把钱送到燕王府。云南月在安慰叶景华的同时，也不忘要枕巾。2个半时辰的工作强度，那不多要点，对不起他这双手。阿月辛苦了。当然辛苦了，要不是看在是你侄儿的份上，我才不受这份罪呢。哎呀，这附近有没有洗澡的地方？身上除了血腥味就是浓烈的药味，他得好好洗洗。哎呀，孩子交给你了啊。阿月，本王跟你一起去吧，若不然又要迷路了。不用，有宫女跟着呢，我一会儿回来。云南月跟着宫女离开了。此时御医们夸赞云南月的声音回荡在众人的耳畔，
那一声声赞美是来自内心的尊重。哎呀，九小子，老夫现在有好多话想说呀，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甚至有点想骂娘呢。皇叔淡定，阿月就是如此让人喜欢的性子。嘿，也就你眼里能容得下那小狐狸精。趴在叶君爵肩膀上睡觉的云星辰模模糊糊睁开双眼，一把扯住叶香月的胡子，那叫一个不撒手啊！我娘亲亲才不是狐狸精，你这个坏老头！一边殿前，文武百官又跪了一地。叶天辰面色惨白，因为高烧浑身抽搐，口吐白沫。让他侧卧，其余人都让开。叶王妃也不知怎么了，圣上一下就高烧了起来。不是发烧，是2次中毒。是味道。将所有碰过药草的人都抓起来。叶天辰。云南月叫着叶天辰的名字，见他还在昏迷，啪，一个大嘴巴子抽下去。哎呦，这一幕好险没将御医们吓死。当然了，云南月抽叶天辰大嘴巴的声音也传到了大臣们的耳朵里。叶天辰，醒醒！你现在若是醒不来，以后就变成傻子了。啪啪啪啪啪啪！云南月对着叶天辰的俊脸那是左右开弓啊，右手左手快动作，打的那叫一个干脆利落，听的那叫一个胆战心惊。我的天，这世上敢抽皇上的人，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他一个呀。叶天辰，你要是变了傻子，你儿子当上小皇帝以后就被外面那些老狐狸欺负，到时候外戚干政，世家夺权，官官贪污，叶北国就完犊子了。啪！又是一巴掌抽下去，云南月的手都打疼了。正当某女人准备反手再抽回来时，叶天辰缓缓睁开了眼睛，但是这一巴掌收不住了，还是打在他脸上。朕已经醒了。叶天辰虚弱地说了一句。他虽然脑子有些不清楚，可是有一件事儿十分的笃定，那就是云南月这最后一巴掌，他绝对是故意的。那个好事成双，买一送一。云南月呲着牙笑，那打都打了，总得凑个双数，挂单那多别扭。翌日，远远的就听到魏太医正在给叶天辰复述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幕幕。就在魏太医即将说到他一巴掌一巴掌狂呼叶天辰的脸时，云南月及时出现，叶王妃一个肉包子塞在魏太医的口中。下去吃包子，这没你事了。不错不错，一切正常，只要安安静静的休养上几日，就可恢复了。多谢皇婶救命之恩。客气了，咱们都是一家人。这圣上既然叫我一声皇婶，侄儿有难，当婶儿的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啊？皇上要是真过意不去，给个几10万两的诊金，也是勉强可以接受的。云南月来给叶天辰复诊，有2目的：第一，看他死了没有；第二，催他赶紧给钱，农民工的工资可欠不得。皇婶救命之恩，朕自然不会忘记。可是朕有一事不解，昨夜朕看到皇婶对朕实施暴行，这件事情怎么算？看错了看错了，婶儿昨天可是彻夜未眠的救治圣上，可用心了呢。给了魏太医等人一个威胁的眼神。皇婶救命之恩，朕挂念心中，待朕康复痊愈以后，自然会表功赏赐。圣上记得就好，我也没有催圣上给钱什么的，咱们毕竟都是一家人。皇婶是来给朕送膳食的吗？不是。云南月果断的摇头。我给阿珏送午饭来了，顺道路过看看圣上的伤势。哦，对了，圣上您受着伤，且伤到了内脏，吃食方面要多多注意。这几日的饮食，让御膳房按照我写的方子去做就成了。还有，友情提示一下，这张膳食方子呢，也是要收钱的。不多，圣上给个1-2万两就行。皇婶给皇叔做了什么？闻着很香。4菜1汤，主食米饭，都是家常小菜，比不得皇宫里面的珍馐百味。朕要喝汤。啊？喝啥汤？皇婶为皇叔熬的汤，朕要喝。为啥？朕饿了，皇婶做的汤朕放心。这汤是给阿珏的，他自己都不够喝。朕脸疼。见云南月不打算给自己喝汤，叶天辰一句话绝杀。圣上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喝汤补一补就好了，但只能喝1小碗。行了，没辙，昨儿光顾着过瘾了，谁想到叶天辰半道上醒了呢？得嘞，该怂啊还是得怂。另一边，云南月跟在侍卫身后回到了大殿，大殿上一片死寂，静得连彼此的呼吸都听得见。这是咋了？回王妃的话，圣上昨夜遇刺，药物中又被下了毒，九皇叔正在彻查源头。懂，明白。刺杀的事儿是罗晨干的，下药的却是另一拨人。回王爷，大理寺彻夜审问，那8人分别来自2个不同的组织，指使双方行凶的是同一人，但8人并未见过幕后真凶的样子。2拨人，罗晨说黑市悬赏叶天辰的性命，
若是按照这个节奏来推测，隐藏在暗中要除掉叶天辰的人，可不止下毒的这2拨人。我操！皇帝果然是个高危职业，怪不得叶君爵一而再再而三的将皇位拱手让给别人，这3、5不时被刺杀，谁受得了？阿庆，此等庄严肃穆之地，何人敢打喷嚏？人群中说话的老臣瞬间脸色惨白，几个喘息的功夫，身后事都已经想好要操办几天了。抱歉啊，实在没忍住。阿月，一声阿月，低沉磁性的声音满满都是温暖的宠溺，一下子让18层炼狱般的大殿变得比那春天还要暖浓。阿月怎么来了？怎么，我来给你送午餐，你不高兴呗？高兴，本王当然高兴。阿月是特意为本王来送午饭吗？叶君爵说出这句话时，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高了一个声调，像是显摆着什么。你说是就是呗。哎，话说你们还在上朝啊？要不一会儿再吃？可一会儿吃就更凉了。现在就吃。阿月为本王做的饭菜，本王已经迫不及待要全都吃光了。也好，吃饱了饭才有力气工作嘛。云南月拉着叶君爵坐在宫殿门前的台阶上，将10盒的4菜1汤一一放在地上，盛了1碗米饭，将碗筷放在叶君爵的手上。喏，饭菜已经冷了，随便吃几口垫吧垫吧。好吃。阿月的厨艺天下一绝，本王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吃不够，定要生生世世吃阿月做的饭。吃你的吧，哪这么多话？叶北书院放学，云南月和下朝的叶君爵都来接孩子回家。是谁招惹我们家宝贝闺女不高兴了？跟爹爹说，爹爹给你讨回公道。爹爹，我跟你说，大哥哥太欺负人了，我要投诉大哥哥的霸权行为。云星辰站起来，小脚这么一跺，控诉着当事人云岩的种种行径。哎呦，还学会用霸权这2个字了，不错不错，2天学没有白上啊。娘亲亲，请安静，我还没说完呢。请吐槽你的不满。云南月安静地听着小女儿吐槽大儿子不让她吃糖，并且扣除明日糖果分量的恶行。娘亲，爹爹，我抗议，我要将每天7颗糖的数量升到10颗，不，30颗。云星辰据理力争，一副为了大义豁出去勇斗歹徒的精神。这样啊，那爹爹做主了，我们宝贝闺女每天可以吃3。爹爹，您身为叶北国9皇叔，应当知晓言出必行的道理。既然妹妹答应了娘亲，每日只吃7颗糖果，便要履行。况且妹妹的牙齿正在生长，减少糖分对妹妹的牙齿有益。云岩的话不快不慢，每一个字的发音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一个眼神看过来，看到叶君爵接下来要说的话，那是360度大旋转。爹爹觉得言儿此言不无道理。娘亲亲，爹爹他竟然向恶势力低头了。你哥说的对，没辙呀，他们家大仔平日里温温和和儒儒雅雅，可生起气来那比核爆还厉害。二哥哥，我知道二哥哥最疼我了，也一定会站在我这边的。乖，兄长是为你好，等小星星牙齿不疼后，咱们再吃糖。爹呀，糖果谁下呀？娘亲亲，爹爹，大哥哥和二哥哥的灵魂都被坏人抓走了，谁来救救他们呀？看来某个小朋友晚上是不想吃炸鸡了呢。爹呀，爹呀，糖果谁下呀？感谢你把我娘亲亲善良的灵魂送回来了，么么哒。院落中，云家仨小宝坐着，吃着炸鸡，喝着果汁儿，好喝。哎呦，吃饭的呀！老夫来的是不是不是时候啊？这一家子吃着晚饭呢，不速之客闯了进来。坏老头爷爷，你想吃吗？想。哎，宝贝，爷爷快死了，死前让爷爷吃一口这东西可好不好啊？坏老头爷爷要死了吗？那好吧，这一半给你吃。那云星辰毕竟是个小孩啊，一听叶江月要没了，就将自己吃剩下的半份炸鸡让给了他。老德，你能要点脸吗？为了吃东西连驾鹤西游这种借口都编得出来。老叶头没有说话，直到干完了半只炸鸡，这才意犹未尽，缩了缩手指。哎，小狐狸精啊，这什么美食啊？叶江月没吃饱也没吃够，眼神又转了一圈，像个投机的狐狸，抹了抹嘴角的哈喇子。云南月笑眯眯的把自己的这一份也推到他面前。你刚才吃的叫炸鸡，现在这一份叫送您上西天套餐。哎，别闹，净吓唬老夫。
看看你皇叔一眼吧，你皇叔要被这小狐狸精杀人灭口了。是夜，云南月哄睡了仨小宝，这才回了小院。皇叔没有别的事情，就走吧。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侄儿叙叙旧了啊！当年你可是抱着皇叔不松手啊，让皇叔陪你睡觉觉吧。咋了？有了媳妇儿陪你睡觉觉，就把你皇叔一脚踹开了。哼！呵一声，老头还想叨叨，被叶君爵一个眼风扫过来，瞬间板正的坐直上身。老夫晚上找你有3件事啊。1件南燕13军细作，第2件圣上刺杀一案，第3件大漠公主阿丽亚惨死一事。自从百宝楼拍卖后啊，南燕13军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定有异样。刺杀皇上的人是天下第一杀手罗晨，有人看到罗晨离开了京都。至于大漠公主阿丽亚死在了牢房中，是你下的手吗？叶君爵没有回话，也不知道是默认还是什么。倒是一旁的云南月奇怪了，阿爵，阿丽亚死前说了别的吗？就像阿月所言，她只是一个傀儡而已，死不足惜。丝毫没有因为杀了阿丽亚甚至会引起2国战争心生愧疚，反之仿佛贵为大漠公主的阿丽亚和寻常的阿猫阿狗一样，那死了就死了。翌日，叶北书院放学，叶君爵接3宝回家，云南月在家里做饭。书院的门前，黄大雄等20名学生一字排开，齐刷刷地向着3宝鞠躬敬礼。严哥、叶哥、大姐头再见！你们要按时完成作业，知道吗？马车启动，离开了叶北书院。爹爹，我今天超乖的，有没有什么奖励呀？那爹爹的3宝想吃什么呢？当然是糖果啦。好，我们一会儿去买糖果。嘿嘿，爹爹最好啦，给爹爹点赞。不可，每日限量7颗糖果，妹妹已经吃了7颗，不可再多吃1颗了。爹爹宠爱妹妹自然是好事，但不可溺爱。爹爹若是一意孤行的话，儿子便只能大义灭亲了。原本计划着买糖吃的父女俩，这背后一寒。大义灭亲倒也不必，爹爹不买糖果便是。我也不吃糖果了，不吃了。肥嘟嘟的小身子往叶君爵的怀里缩了缩，在他耳边轻声说道：爹爹，你儿子好凶啊。宝儿，你哥也好凶。回到小院，喷香的饭菜上桌了，父子4人洗干净手准备开饭，可谁知不速之客再一次闯入。娘亲亲，花老头爷爷又来做饭吃啦。哎呀，爷爷我自小家贫呐，吃了上顿就没下顿，长大了更要忍饥挨饿。叶江月胡编乱造自己悲惨的身世，还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漂亮小仙女儿，一定留爷爷在这吃一口热乎的饭菜吧。花老头爷爷，你好惨呀，给你吃吧。小家伙眼眶红红的，把自己面前的米饭推到了叶江月的面前，还把个大鸡腿让了出去。当一声，云南月一铁勺敲在叶江月的脑袋上，敲得那叫一个叮铃当。你孙子要知道自己在你口中英年早逝，你猜他会不会从边境赶回来，先送你驾鹤西游？被云南月一铁勺敲得眼冒金星，等到清醒之后，这叶老嘚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拿着鸡腿咔哧就咬了一口。老夫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小狐狸精，有没有酒啊？整点呗。哎，好菜要配好酒噻。我给你整一碗鹤顶红，喝吗？鹤顶红。一听到毒药，平星辰举起了小肥手。我这里有半茶魂，花老头爷爷给你喝。什么叫半茶魂呢？顾名思义呀，半盏茶的时间你就会死翘翘。娘亲亲，就只有半茶魂了，真的没有别的药了。好吧。在云南月目光的注视下，平星辰又从布兜里拿出了一个又一个可可爱爱的小瓶子。这都是啥呀？这都是。这个呀，就是七步草，7步之内大象也会倒药。这个是天寒霜，这个是朱雀红，这个是忘川河，这个是半魂茶，天寒霜，朱雀火，忘川河。听着小奶音介绍着世间最毒的几种猛烈毒药，叶江月手里的鸡腿没味儿了。而这些可都是触之即死啊，那就算是活下来也是生不如死啊，奇毒呀！云星辰，娘亲亲，我错了。今天早晨上学的时候，我拿错包包了。
娘亲，是儿子的错，儿子没能够细心注意到这点。作为家中长子，云岩站起身来，将所有的责任夯不啷当都扛在自己的身上。娘亲，儿子也错了。娘亲亲，不是大哥哥和二哥哥的错，是我的错，是我大意了。小家伙乖乖地离开饭桌，走到墙根，面壁思过去了。这兄妹三个呀，那从来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云岩、云叶也纷纷起身，站在云星辰两侧面壁。阿月，三宝也是一时疏忽，言儿、叶儿也认知到了错误，今日这件事便算了吧。本王你也站着去。云南月一个眼神，叶君爵马上放下碗筷，一起走到仨孩子边上，一起罚站。关于从云星辰的布兜兜里翻出了半茶魂、天寒霜这件事儿啊，那说小也小，就是一个孩子的无心之举，可这说大也大，会危害到整个叶北书院所有人的性命。罚这么大伙儿啊，不就是带错东西了吗？有必要罚他们爷四个不吃饭呢？给老夫个面子，这事儿就让他过去吧。站着去。院落中的一面墙，从左到右分别是云星辰、云岩、云叶、叶君爵、叶江月。爷四个被罚站还好说，叶江月现在很费解。老夫犯啥错了呀？为啥也要被罚呀？下午，云南月接孩子们放学。上学之前，云南月和仨宝宝说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一整天，兄妹三个都在思考着送爹地什么样的礼物才是最合适的。贵的吧，他没钱；便宜的吧，拿不出手。思来想去，兄妹三人决定亲手做一顿饭。你们三个乖乖的看着火就好，娘亲去洗些水果。好。叶江月拎着酒，这前脚刚进院子，这后脚就闻到了一股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味道，然后就看到厨房冒出了一咕噜一咕噜一咕噜的黑烟。不好了，不好了，杨倩倩着火了！这个声音是从厨房传来的。下一秒，云星辰、云岩、云叶三兄妹哗哗哗跑了出来。正在切水果摆盘的云南月头一转，好家伙，这片刻功夫不到，这厨房里的火已经向四周蔓延开了。言儿、叶儿、星辰，你们躲开一些。云南月在确认了孩子们安全无恙之后，拎着一桶水开始救。来蹭饭的叶江月也加入了救火的队伍。这也不知道是脑子进水了，还是太着急了，这叶老嘚儿直接拧开了酒坛子，把它当水泼了出去。哎呦，那本来都已经快灭了的火，噌的一声，又像是一条火蛇，向着四面八方窜了出去。叶老登，我谢谢你。不客气。大火从厨房开始蔓延，尽管叶王府的侍卫及时救火，厨房以及连着几间屋子还是没能幸免。娘亲，儿子错了。不是你的错，是娘亲的错。娘亲忘了你和你爹一样是厨房杀手。哎呀，要说这厨房起火的原因呢，哎呀，其实啊，就是大宝云岩好奇这米饭到底是怎么由生变熟的，在观察的过程中，不小心碰到了照明的灯笼，这灯笼里的明火呢，就落在了没有燃尽的木柴上。那呢，就是这么巧了，造成了火灾了。所幸啊，人没事儿。娘亲，不哭，房子没了便没了，你们平安就好。要说有错，也是娘亲有错在先。他不该把孩子们单独留在厨房，是他的失职。咯啦咯啦咯啦。此时此刻，在得知宅院着了火之后，叶君爵命贺东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马车还没停稳呢，叶君爵就跳了下来。阿月、言儿、叶儿，小星星。当看到妻儿无恙，一颗悬着的心呐，总算是落下了。仙鹤楼，叶北国京都最贵的酒楼，没有之一。一桌子丰盛的美味佳肴，那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全都有。爹爹，祝爹爹生辰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祝爹爹和娘亲和和美美，恩恩爱爱。祝爹爹事事如意，平安顺遂。爹爹生辰快乐。听着一字一句真心的祝福，叶君爵心中是暖意涌动。他本以为自己会孤独终老的，从不信神明的他，竟然偏偏得了神明的垂怜，贤妻在侧，儿女双全。爹爹，你眼睛怎么红了？啊，风沙落入眼底了，不碍事。坐在一旁的云南月看着父子四人温馨的画面，心中也是倍感欣慰。阿月，这杯酒本王敬你。你生日敬我酒做什么？又不是他生日。你是本王的救赎，是本王一生一世、生生世世的光芒。哎，打住！好端端的怎么还煽情起来了？我喝就是了。云南月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美酒入口，回味甘甜绵醇。哇哦，爹爹向娘亲表白了，好浪漫呀！是什么酒啊？一杯酒下肚，口中残留着特殊的芬芳。云南月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这第二杯酒入口，芬芳之气更加的浓郁。然后这女人那是一杯一杯又一杯，如牛饮水一般呢。娘亲莫要贪杯。云言开口阻止。无碍，这酒不烈，让你娘亲多饮几杯也无妨。爹爹，娘亲不适合饮酒。平日里娘亲都克制着自己不饮酒，所以没有发生什么。可如今娘亲喝了一壶了，糟了！叶君爵，一抹绯红之色爬上脸颊，云南月的凤眸有些许迷离的看着眼前摇摇晃晃的男人，呀，一双手捧在他脸上。你动什么东西啊？老老实实的待着。阿月，本王未动啊。你娘亲喝多了？不明显吗？娘亲酒量不好，酒品也差。在18楼狱的时候，谁也不敢让娘亲饮酒的。小兔崽子，你说谁酒量不好，酒品差？你娘亲我可是海量，千杯不醉的海量。云南月摇摇晃晃走到了窗边，看着窗外的月色，不禁是诗兴大发。月亮啊，你真美，白白的脸蛋，美啊美。一股从胃里涌上来，站在窗边，云南月俯下身是大吐特吐。吐完之后，玉手一挥，转头看向叶君爵。狗王爷，当年你趁人之危将我扔去了18楼狱，今天本女王要跟你真刀真枪的干一架，赢了通吃，输了跪舔。当着仨孩子和叶君爵的面，云南月纵身一跃，嗖，从3楼的窗户蹦出。这一幕看得叶君爵的心脏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阿月，万幸啊，就算是喝醉了的云南月还记得自己是个高手，不至于摔死。狗王爷，你过来呀！阿月，你别动，等等本王。河东，带着严212小星星回府。是。被云南月震惊100年的贺东回过神来。我的天哪，今儿算是大开眼界了，万万没想到云南月喝多了竟如此疯魔。另一边，叶君爵也到了楼下，可是云南月已经跑入了人群中，只能看到个背影了。阿月，云南月在前面跑呀跑，叶君爵在后头追呀追，终于到了江岸边，某女人停下。阿爵，你看荷花灯哎！但是下一秒，不容叶君爵有任何反应的机会，纵身一跃，某女人扑通一声跳进了江岸，一边朝着荷花灯游，一边还唱呢。我想织雨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护那皎白月光。哦，叶君爵忘了他是怎么把他捞上来的。上了岸的云南月抿着嘴，眼神羞答答看着叶君爵。公子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只有以身相许。阿月，还在醉酒状态的云南月所做的所说的已经完全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某皇叔除了宠着，心中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让他喝酒。折腾到后半夜，俩人回到了王府，叶君爵抱着云南月回到了房间。这刚一进门，某女人跳下来，不一起将门踹上，发出咩咩咩的笑声。小哥哥，进了我的房间就是我的人了，想逃出老娘的五指山。深邃的眸子流露出一抹假模假式的惶恐，哎呦，那样子像极了被调戏的良家妇女啊，不是良家妇男。阿月，你想对本王做什么？做什么？小哥哥长得很俊嘛，老娘不劫财，只劫色。你不要喊啊，你喊破了喉咙，也没人会来救你的。说着，还在醉酒状态的云南月啪一口亲上去。由于俩人之间的身高差，想亲叶君爵的嘴，他只亲到了脖子。见状，某皇叔十分配合地蹲下，保证云南月能顺利地调戏他。小哥哥，别害怕，咱们聊聊人生，聊聊理想，如何呀？别怪云南月彪啊，喝醉的他唯一能分清的，那就是眼前的是人还是狗。某女人一把扯开叶君爵的衣衫，那力气之大，动作之粗鲁，场面之少儿不宜。咦，
瞧瞧你这腹肌，这胸肌，这人鱼线。阿月，磁性的嗓音分外的沙哑，被撩过的叶君爵早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强忍着最后的一丝理智，问出一句话：怕吗？怕，我怕你输。仅仅4个字，彻彻底底击溃叶君爵最后的理智。本王倒想看看是谁先认输。深秋黄昏，独自更为人。翌日上午，没见人。周岩送着仨孩子去上学，贺东呢，则是前往皇宫告假，简明的说明原因。叶天辰准了。中午还没见人，习惯蹭饭的老叶头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在贺东的劝说下打道回府了。下午还不见人。但是叶王府对面的宅院有人前来拜访。陆家主还是别来了，劳烦贺侍卫通报一声，陆某有些事情要与王妃细说一二。陆家主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我一定会一字一句传达给王妃。无论陆泽谦怎么说，但贺东就是不让他进去。贺侍卫，陆某当真有重要的事情与王妃面谈。陆家主没听清楚吗？陆家主的事情我会代为转达，何况王妃又没在宅院里。贺东端着肩，嘿嘿嘿的冷笑，眼神看着对面的叶王府。王爷和王妃已经圆房了，以后王妃和王爷每天都会同床共枕，夫妻恩爱。陆家主还有别的什么事吗？劳烦贺侍卫把这封信送到王妃手中。陆泽谦将一封信送到了贺东的手里，转身上了马车，咯哒咯哒咯哒，消失在街道的尽头。马车里的陆泽谦半眯着双眼，眼中是藏不住的冰冷。另一边的叶王府，叶君爵一声暴喝回荡在天地之间呢。云南月一个翻身，将叶君爵压在下面，轰，起手就是一拳砸在他脸上。你他娘的趁人之危，信不信老娘阉了你？让你成为叶北国历史上第一个太监皇叔！一丝不挂的云南月是红着脸，又气又羞又尴尬呀。地上凌乱的衣服，身上遍布的痕迹，无一不在说明昨儿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儿。此时，原本处于上方的云南月忽然觉得不对劲，下一秒天旋地转，处于下方的叶君爵反手围攻，两个人都换了一个顺序。阿月可还记得昨晚上对本王说的那些话？什么话？我说啥了？挣扎无果，云南月一口咬在他肩上。阿月说要和本王比一比谁更持久，还说要榨干本王。一字一句磁性的话语回荡在他的耳边。放屁，我没有。若非如此，阿月武功盖世，本王又如何近得了阿月的身？就算昨天晚上喝多了，我说了那些荤话，大早晨的你又在做什么？你这种行为属于违背妇女意愿，我可以告你，你知道吗？好家伙，睁开眼睛就看到这货不安分在他身上么么哒来么么哒去，还以为做梦呢，结果妈蛋呐，大意了。本王是个正常的男人，阿月在侧，本王情难自控啊。说着又是一吻落下，不由云南月开口再说什么，叶君爵先一步抢占了先机。叶君爵。下午，叶君爵满面春风，扶着云南月走了出去。侍卫们仰头望天，一脸的我懂，但我不问的表情。放开！云南月甩开他的手，一脚踹上去。可这么简单的动作也扯到全身酸痛，一个没站稳，向后倒过去。好在叶君爵将人公主抱在怀里，毛女人才没有亲吻大地。阿月，莫要生气了，是本王不该过分贪婪。本王保证，下次绝不会如此蛮横对阿月的。你给老娘闭嘴！杀千刀的叶君爵，得了便宜还卖乖，下次管你大爷的！一辆马车前往叶北学院，马车里坐着一脸温柔笑容的叶君爵和一脸老娘咬不死你就跟你姓的云南月。
笑什么笑？再笑脑袋给你拧下去！好，本王不笑便是。叶君爵起身，坐在云南月身侧，将她搂在怀里。云南月挣扎了2下，奈何全身酸痛，她不再挣扎，任由某王八蛋抱着她。阿月，回叶王府住可好？宅院已经烧了，若是要翻新的话，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也是极其损耗钱财的。其实叶君爵想说的是，阿月，以后和本王睡一张床吧。本王的床又大又暖和，本王身体强悍还持久。但这话说出来，他会挨揍的。所以某皇叔采取以退为进、循序渐进的方式，先让云南月搬回叶王府，从而达到目的。本王保证，若阿月不同意的话，本王绝不会乱来。叶君爵又补充了一点：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哼，若真的信他，云南月笃定以后隔3差5腰酸背痛。阿月，某皇叔微微一用力，直接将某女人全方位搂在怀里，头深深地埋在她的发间。本王昨夜真的是被阿月撩拨得情难自控。那今天早晨、中午、晚上呢？行吧，那早晨就当是他的错，误以为是做梦。那中午呢？下午呢？真当自己无限吗？我是人，有这么戳的吗？有吗？云南月抬起手，指尖狠狠地戳着叶君爵，表达着心里的不满。你丫怎么不戳死我？本王心疼你还来不及，又怎么会戳死阿月？本王保证，下一次一定会极尽温柔。滚犊子！还想有下一次？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别生气了，本王赔礼道歉可好？叶君爵知道他表现得有些过火，可谁让他的小妻子如此的诱人呢？你是本王第一个女人，本王又为你守身如玉了5年。昨夜那种情况，本王当真失去了所有的理智。哎，等等！就在叶君爵还企图狡辩什么的时候，云南月打断他接下来的话：你刚才说啥？我是你第一个女人？开玩笑呢吧？本王就算骗天下人，也绝不会欺骗你。堂堂叶北国九皇叔竟然一个没忍住，云南月笑出声来。我的乖乖，他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在遇到他之前，叶君爵竟然是一个童男子。皇家的人不应该早早就接受了成人方面的教育吗？作为九皇叔的叶君爵应该早就马车里传来云南月十分不厚道的笑声。下一秒，叶君爵一手揽着他的腰，一手轻轻拖住他的长发，吻了上去。霸道的吻宣示着占有和轻微的惩罚，直到怀中的女人快要窒息，某皇叔才恋恋不舍地放开。阿月放心，本王体力好，学得也快，一定会让阿月满意。啊，不需要。阿月需要。这真不需要。前一刻还笑得花枝乱颤的云南月有些怂了，叶君爵低沉的嗓音又使他想起那画面一幕幕。他可不要啊，腰疼得厉害。叶北学院，徐夫子领着仨宝宝走出了校门，看到叶君爵和云南月夫妇2人，重重地叹了口气。徐夫子，我家3宝们又闯祸了。王妃别多想，小王爷和小郡主并未生出事端。那徐夫子刚刚，2位小王爷和小郡主乃神童在世，徐某觉得他们并不适合在初级班就读，应当转入中级班。初级班学生的年龄呢，都是在8到10岁，中级班呢是11到13岁，但是也有例外，就像是云岩、云叶和云星辰。徐夫子的意思是让3宝们跳级学习？是，徐某正是这个意思。徐夫子将今日课堂上发生的种种详情，那是夯巴拉复述了一遍给夫妇2人听。将李夫子气得当场昏迷。云南月目光飘过，看向3宝。娘亲亲，我们没有错，是李夫子太过于顽固了，非要我们背4班的书籍。大哥哥和二哥哥都被送下来了，那李夫子仍然刁难哥哥们，我是看不过去了，就怎么样？就把抓离了。奶声奶气的话语声是越来越小，云星辰咻落在叶君爵后头，大眼睛扑叽扑叽望着他爹发出求救信号。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把李夫子怎么了？王妃稍安勿躁，李夫子并未受伤，小郡主只是抓来了几只蝎子，丢在了李夫子衣领子里。这李夫子呢，最怕的就是虫子，所以才又气又吓，当场昏了过去。现在人已经醒了，没大碍了。是李夫子自己笨，
嫉妒哥哥们聪明，又刁难哥哥们，我看不过去嘛。爹爹救我！小家伙说话间，云南月一个眼神扫过去，吓得他立刻缩回了头。娘亲，妹妹这么做也是为我们打抱不平啊。作为兄长的，没有在第一时间阻止妹妹的举动，是我的错。娘亲亲，我知道错了，明天我就去和李夫子赔礼道歉。哪里错了？我不应该拿蝎子吓唬李夫子，害他受惊吓过度，昏死过去了。劳烦徐夫子和玄甲班的夫子说一句，我们家的3个崽就在李夫子手下读书了。马车折返回叶王府的路上，王妃，这封信是陆家主给你的，他还要当面和王妃说一些事情。说啥？这个卑职不知，大概下午的时候，王爷和王妃还在忙事情，卑职想代劳转告，陆家主却迟迟不肯，最终就留下了一封信。忙什么事儿？那自然是王爷和王妃圆房的事儿了。可贺东才不会让陆小三儿打扰王爷的兴致，做他的春秋大梦去。云南月阴沉着脸，他真想揍贺东一顿。娘亲亲，二爹爹回来了吗？果然是二爹爹的字呀，南岳安好。小乃音读着信纸上的内容，没有什么不堪入目的话，只是寻常的嘘寒问暖。娘亲亲，二爹爹约我们游湖呀，到时候二爹爹一定会给我买好多好多糖果吃。小星星，你不要爹爹了吗？听到女儿管别人叫二爹爹，作为正牌爹爹的叶君爵心里十分的不爽，深邃的眼眸更是委屈巴巴的看着云星辰，像是受了多么大的委屈。想要游湖，爹爹带你去啊。想吃什么样的糖果，爹爹买给你。咱不去和别人游湖，不吃别人的糖果，好吗？小星星永远都是爹爹的宝贝小仙女儿，爹爹乖，不委屈。云星辰哄着叶君爵，那是各种好话轮番说一遍。那小星星是喜欢爹爹，还是喜欢他？当然喜欢爹爹啦。爹爹的宝贝闺女真好，走，爹爹带你去买糖果。叶君爵抱着云星辰下了马车，说着奔赴不远处的糖果铺子。爹爹，我今年都吃了7口糖了，再多吃的话，娘亲亲会打小屁股的。不怕，爹爹替小星星挨这顿揍。糖果咱们今天吃定了。话音落下，父女俩穿过街道，进入了糖果铺，只留下云南月母子3人以及驾车的贺东。贺东长长的吐了口气呀，王爷您是真硬气啊，卑职佩服啊。马车回到了叶王府，由于宅院被毁，即便是翻新也得过段时间才能住。为了不让孩子们被风吹雨淋，云南月只好选择住进了叶王府。书房中，叶君爵审着折子，3宝宝坐在一边写着当天的作业。手好酸呀，李夫子为啥要留这么多抄写作业呀？来，爹爹给你写。爹爹不可过分溺爱妹妹，当日的作业必须要由妹妹自己完成。再者，若是被娘亲知道了，妹妹也会受罚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阿月又怎么会知道？我为什么不会知道呢？不知道何时出现在窗边的云南月半眯着凤眸，手中炒菜的锅铲一铲子挑在叶君爵的脑袋上。行啊，叶君爵，你还学会帮别人写作业了。娘亲亲，这件事情和我无关，我没有让爹爹帮我写作业，是爹爹自己非要帮我写作业的。阿月，得了，人证物证俱在，叶君爵也狡辩不了什么。作业写完了，我去练剑了。云烨合上作业本，走出书房之前，眼神淡淡的扫过叶君爵，好像在说：“爹，你完蛋了。”同样写完作业的云岩也离开了书房，看了看叶君爵，无奈的叹了口气，向云星辰招了招手：“妹妹，我们走，别溅一身血。”来啦，爹爹，你保重。兄妹3人相继离开书房。阿月，明日本王还要上朝，能否不打脸？哎呀！是夜，圆月高悬于天际，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推开门，走向云南月的床边。黑影越走越近，伸出罪恶的大手掀开了被子，说时迟那时快，轰！云南月抓住他的手臂，一个过肩摔，哐！把他摔在床上。莫皇叔呢，也顺着这力道成功上床，且一动不动。任凭云南月怎么威胁，他就是不下床，将装死贯彻到底。阿月。
二天，早早起床，云南月给叶君觉做好了早饭，就回屋睡回笼觉去。某皇叔想就昨天晚上爬床的事儿小小的道一下歉，并且告诉某女人自己绝不会改，也绝不会改。可谁知房门锁得紧呐，云南月根本就不搭理他。阿月，王爷，您先吃饭吧，一会儿饭菜都冷掉了，王妃又要生气了。贺东如是说，这才让叶君觉不舍得挪着脚步。那至于昨天晚上发生了些什么，哎呀，侍卫们懂，但是他们不说。吃完早饭的叶君觉坐着马车向着皇宫咯啦哒咯啦哒咯啦哒。当文武百官吵成一团，一道玄色身影走入大殿，瞬间，咻，温度都降低了。九皇叔，对于税收，微臣们有了个新的。官员们想禀报他们对于税收的新看法，可是，一抬头，哟，看到叶君觉顶着一双熊猫眼，俊美霸气之中多了一丢丢的滑稽。哎呦，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刺激，官员一时没忍住笑出声来。好笑吗？我娘子今早晨生了孩子。放屁！谁都知道李官员的娘子60有3，上哪生孩子去？这不就是嘲笑九皇叔被人揍了吗？那揍他的除了云南月还有谁呀？文武百官是一个个低着头，肩膀不断的耸动，努力的憋着笑。叶君觉深邃的眼眸扫过所有的人，大手一挥，命令侍卫们动手。另一边，周岩驾着车送他去菜市买一些晚上要吃的东西，被周岩3不5时回头，和那一脸蠢不拉几的笑看得闹心。你又看我做什么？卑职是在想，王爷和王妃终于睡在一起了，像一对正常夫妻该有的样子呢。那我是不是得多谢你费心了？哎呀，王妃说的哪里话呀？我就是叶王府一个小小的侍卫，王妃说这话可折杀我了。这一根筋的周岩呐，他听不出云南月的话外音，还以为夸他呢。王妃又干啥？能不能让他安静一会儿？谢谢你。被周岩突如其来的道谢，云南月整懵了。咋的？还准备给他唱一首谢谢他，因为有他温暖了四季呗？您出现之后，王爷每天都是笑容满面的。卑职记忆中的王爷从来都是不苟言笑，没有一点人情味可言。只要王妃您不和陆家小三旧情复燃，咱们王府上上下下一定为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哎，借问一句，什么叫做旧情复燃？谁是陆家小三儿啊？就是您和陆家家主呀。您当小寡妇那段时间，陆家家主明明知道你的身份，却还要对你图谋不轨，他不是小三是啥？王妃，您在听吗？周岩在。王妃，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你知道死这个字怎么写吗？知道。您别看卑职脑子不好使，但卑子还是认识字的。云南月吼一脚将周岩踹下车，看着倒地不起的周岩，又不解气，咣咣补了几脚。哎呦，卑职哪里做错了？哼，懒得搭理他。正好叶王府到了，云南月拎着菜篮子回到了王府。中午时分，云南月拎着食盒，身后跟着蹭饭的叶江月，两个人颠不颠到了大殿。我去呱呱，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啊！这是咋了？这群人怎么回事？叶江月问着大殿旁边站岗的侍卫，侍卫单膝跪地，详详细细回答着为何文武百官全都是熊猫眼的原因。那说来说去，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叶君觉。你男人这么幼稚吗？你才知道啊！叶君觉以后啊，别叫叶君觉，叫叶三岁。叶君觉，吃饭了。前一刻还三界不在眼中，一脸冷漠的叶君觉瞬间满血，露出温柔宠溺的笑，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众臣的讨论也在这一刻咻，看着九皇叔高高兴兴一步小跑的背影，他们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威风赫赫、杀人如麻、冷血变态的九皇叔，现在就像是一头被驯服的猛兽。阿月，你辛苦了，本王最爱阿月了。你瞧瞧，这是一个25、6岁男人能说出的话吗？本王的手被虾刺到了，好疼啊！要阿月吹一吹。不等云南月开口，一旁的叶江月将手中的空碗摔碎。老夫人，你们很久了啊！耳朵都快长茧子了，你就不能安安静静让他蹭个饭吗？妈蛋呐！当老夫不存在吗？你们夫妻二人欺人太甚了，真当老夫死了不成？这太不人道了！骂，使劲骂！正当老叶头吐槽着心中的不满，叶君觉伸出手，大手一挥，言外之意是：菜拿去吃啊，别碍眼。哼，今儿老夫就饶了你们，下次不许这样了。一句狠话撂下，叶江月将4盘菜放在食盒，那是头也不回的走了。菜饭都让老道拿走了，你不饿？饿，但本王能和阿月独处，便不觉得饿了。你是说看着我就饱了？那意思就是我把你膈应饱了呗？
本王没有那种不良的意思，阿月理解错了。我错了，哼，行，我错了，我就不该来给你送饭，就该饿死你。阿月没有错，是本王错了。你错哪儿了？阿月说错哪里，本王就错哪里。云南月刁蛮任性不讲理，叶君爵无脑宠溺，夫妻俩是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哎呦，将这大殿上的文武百官给恶心的不要不要的。我说九皇叔啊，您是叶北国的九皇叔啊，您应该是疯批杀伐果断没有人性的男人，看谁不顺眼就摘谁脑袋，你不能让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啊，这不应该呀。到了下午，叶君爵接孩子放学，刚回到叶王府，就看到云南月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夕阳下，先是皱眉又舒侃，再皱眉又舒侃，然后拿起毛笔某女人作画做得很认真，以至于叶君爵站在他身后看了半天，他也没有发现。啊，搞定。叶君爵看着画纸上的美男子，醋溜溜地问：“这谁呀？”他这就要提刀去灭了对方的九族。阿月，你画的是谁啊？吓我一跳。好不好看？哼，不及本王万分之一俊美。说出这话的时候，叶君爵仰着头，满脸都是骄傲和自信。是，您老人家长得多俊呐！翻他个大白眼儿，云南月将画从纸板上摘下来，小心翼翼地卷起。这个举动更是惹得某皇叔醋意大发，像看情敌一样盯着画。阿月，本王想再看一眼。刚才不是看了吗？云南月不疑有他，把卷起来的画重新摊开。可谁知下一秒，叶君爵一手拿着画纸，动作利落且十分不小心地把这画给撕碎了。哎呀，怎么办？本王一不小心毁了阿月的真迹。那便扔了吧。叶君爵，你当我瞎？看不出来你是故意的。一个肘击，一个锁脖，云南月小小的身体迸发出大大的能量。老娘好不容易有了灵感，小半刻才画出一个画本里的主角形象，你说撕就给我撕了。本王布置的画中男子是画本里的角色。阿月，阿月，本王错了。晚了，叶君爵，你下地狱去吧。叶北国的九皇叔又被家暴了。侍卫们也好，三个孩子也罢，他们早就习惯了。前几次被打也许还情有可原，但是这回活该。娘亲亲，我肚饿了。乖，等娘亲亲揍完你爹爹，我们就煮饺子吃。好。是夜，院落中亮着柔和的灯光，石桌旁是一家5口外加蹭饭的老叶头，他们正在吃着饺子。坏老头爷爷，您还没有将贺西去呢。世间唯有美食和美酒不可辜负啊！老夫愿活他个千八百载的，休有自在。饺子煮多了，那剩下的还得喂狗呢。叶王府的2条狗，一个叫123，一个叫456，2条恶犬站起来1人多高，打起架来嘎嘎猛，就算对面是狼群，也要把它干死。一听到云南月要将剩下的饺子喂给他们，123、456那兴奋地吐着舌头，可谁知狗粮被截糊了。喂狗显得蛋疼，都给老夫打包了，老夫带回家当宵夜吃。老大，你至于和狗抢饺子吗？汪，123点头。一个大活人和狗抢饺子吃，你活不起来。叶江月转过头，凶狠地瞪着123。你汪个屁呀，你汪个！信不信老夫把你给炖了吃了呀？面对凶巴巴的老叶头，123夹着尾巴怂怂地回了狗窝。这老头真可怕，出息！喏，给你，都给你打包了。嘿嘿，算你个小狐狸精还有点良心。叶江月是连吃带拿离开了叶王府。今日下朝早，叶君爵吃完午饭，让云南月等他片刻，2个人一起离开皇宫。笑什么？看着一双熊猫眼的叶君爵，云南月抿了抿嘴，这是不是下手重了点啊？阿月，马车里有什么话坐下说。本王今日想了一想，今日下朝早，不如阿月画本王如何？画你？云南月秀眉微蹙，不太理解叶君爵这话指的是什么意思。昨日下午，本王毁了阿月的心血画作，心中十分不忍。阿月给本王一个赎罪的机会，可好？叶君爵啊，你是不是又憋着坏屁呢？叶王府，云南月不管走到哪儿，这叶君爵就跟到哪儿，那就像狗皮膏药似的。你到底要干啥？阿月，我别叨叨，我画还不行吗？看着那双深邃且幽怨的眼睛，明明是叶君爵做错了事儿，搞得好像他有错似的。正好下午包包子，发一会儿面的空档，敷衍一下叶3岁，省得他老来烦他。本王要摆出什么姿势来配合阿月呢？你躺着就行，
顺便把嘴闭上。不得不承认一件事儿啊，这疯批九皇叔那长得是真帅，每一个点都长在他心巴上。某皇叔不知何时褪去了外衣，白衬的里衣是松松垮垮，每一个深邃的眼神无时无刻不在明示暗示外加勾引着某女人犯罪。这咋变味了呢？不等云南月开口说什么，那衬白衣已经完全脱落的某皇叔走下了睡榻，一步一步压制而来。阿月在看什么？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本王不信，除非本王仔细检查一番。叶君爵低下头擒住了云南月的唇角。此时，小狐狸，哎呀，今儿这包子还是烙饼啊？老夫见厨房里一盆馅儿了。对不起，老夫走错屋子了。叶江月在这一刻感受到了叶君爵眼中的杀气，真的感觉到了。吞咽着口水，老叶头两条腿不间断地倒腾着。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活着离开叶王府。老王爷咋走得这么急？您不吃饭了？再不走就死了个屁的了！就消失在街道的尽头了。叶王府内，由于叶江月的出现，成功的让云南月从叶君爵的美色引诱系清醒过来。我去包包子。好险，差一点就被蛊惑了。该死的叶君爵！可是阿月，头深深地埋在云南月的发间，贪婪地吸取着妻子身上独有的芬芳。本王饿了。饿了还不松手？我去做饭。阿月真坏，明知本王的饿只有你能解，却还要假意不懂来勾引本王。有病啊！就现在这种暧昧的画面，就算是瞎子也能分得清到底谁在勾引谁啊！叶君爵一手拥着云南月的腰肢，一手轻抚着她的脸颊，任由某女人挣扎也无果。叶君爵，你撒开，你给我撒手！不要，阿月的话还没有画完。本王脱了衣服，让阿月更好的画一画。那某皇叔就像是滚刀肉啊！就算云南月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没能逃离跛爪。最终，一个下午过去，春风满面的叶君爵抱着云南月上了马车，夫妻俩前往叶北书院接孩子。本王的技术可有提升？要点脸呗。自从那天晚上醉酒之后，这货呀就开启了不要脸模式。想来阿月很是满意啊。看来本王还需多多涉猎一些风月书籍，让阿月更满意才是。什么书籍？叶君爵怀中的云南月眼神一挑，看变态一样看着。你看少儿不宜的书了。阿月说过，本王戳的你很疼。某皇叔还想说下去，云南月一把捂住他的嘴巴。不是大哥，你怎么什么话都往外说？能不能做个人，含蓄点会死啊！驾车的贺东表示，他现在就是个瞎子、聋子，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就算听到了也会自动屏蔽。但是不得不说，王爷是真的傻呀，不愧是叶北国的九皇叔。一家五口回到了叶王府，驾车的贺东在看到王府门前站着的男人时，蹙眉一挑：“二爹爹，二爹爹！”小星星，有没有想二爹爹？同样的，见到云星辰的陆泽谦心中也甚是欢喜。陆泽谦抱着云星辰，眼中的温柔一点也不比当亲爹的叶君爵少。有，人家好想好想二爹爹。二爹爹也想你，特别想，特别想。陆叔，一段时间不见，言儿和叶儿就长高了些许。陆泽谦是真心对待仨孩子，没有任何私心的。家人怎么有空来了？对了，青儿，上次来找我什么事情啊？阿月，本王带着孩子们去做课业，你和陆家主聊。
叶君爵走上前，从陆泽谦的怀中夺过了云星辰，走之前吻在云南月的额头，临了还留了一句话：本王等你。爹爹，你吃醋了耶？爹爹与你娘亲亲是生生世世的夫妻，别人无法插足。吃醋便是吃醋了，爹爹又何须顾左右而言他呢？云岩再一次实锤，云烨也跟着点点头。另一边叶王府的大门前，云南月无奈地摇头笑着：南月，叶王对你很好，我便放心了。进来找过我，让我和他合作。找你，目的是什么？可能是利用陆家的财力来扳倒叶王府，制造混乱。南月，阿月，严二课业有一道难解之题，本王也无法解开。正当陆泽谦想要说什么，叶王府传来叶君爵的声音：阿月，叶儿练剑走火入魔了。阿月，小星星饿了，想吃包子，本王也想吃。爹爹，你好幼稚呀！是夜，三宝睡着了，云南月也抱着云星辰睡了过去。在房间摆好姿势的某皇叔迟迟等不来心爱的女人，只好穿上衣服找人去。看着进入梦乡的妻儿，叶君爵眼中全是温柔，贴心的为女儿盖好小被子，又果断地抱走了云南月。别闹，我好困啊。好，那本王就这么抱着你。你手能不能安分一点啊？情不自禁。你压着我头发了。睡意全无的云南月坐起身来，满眼幽怨地瞪着叶君爵。某皇叔委屈巴巴，就像那受气的小媳妇似的。不睡了，烦人。哎，阿月要去哪里啊？等等本王。阿月，想去哪里啊？本王带你去。饿了。那我们去仙鹤楼？不去，菜又少又贵，还没有什么好玩意儿。带我去夜市。好，那我们去夜市。叶君爵牵着他的手走向夜市一条街。叶北国没有宵禁，夜市也开到凌晨才散去。夜市距离叶王府7条街之外，各种便宜又好吃的小吃是一应俱全。翌日，都几天了啊？对面的房子还没有修好。回王妃的话，燃烧的面积比较大，损毁也比较严重，修缮工作十分艰难，我等已尽全力在抢修。话虽这么说，可他们压根就没动手去修。你想啊，宅子要是修好了，王妃得搬回去，那王爷不得宰了他们呀？哎呦，为了自己的小命，为了王爷终身幸福着想，这宅子那少说也得修个50年。下午的时候，叶君爵和孩子们回来了。哎，不准踏进来半步。他正要踏入厨房，云南月指了指厨房小院门外的告示牌：叶君爵禁止入内。1、2、3、4、5、6。听到云南月的声音，王府的2条恶犬那是颠儿不颠儿跑了进来，当着叶君爵的面堂而皇之的进去。喏，吃吧。汪，1、2、3、4、5、6，摇着尾巴，感激的冲着云南月汪汪的叫着。真幸福。阿月，为何他们都可以进去，唯独本王不可？失落，落差，总之叶君爵是愤愤不平。2条狗都可以进厨房，他怎么不行呢？狗可不会砸厨房。云南月一句话绝杀。哎呀，他还能说什么呢？他理亏呗。是夜，云南月给女儿洗过澡，准备给儿子洗澡，可是云岩、云烨以他们长大为由要自己洗。爹爹与你们一同洗。不需要。都是男人，亦是父子，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听着浴室传来扑通扑通2道落水的声音，想来是叶君爵把孩子们踹下水的声音。光着小屁股的云岩、云烨被迫和某皇叔一起洗澡。爹爹，江爵是谁啊？为何突然间问起旁人？娘亲似乎并不喜欢那个叫江爵的男人。哼，爹爹的手下败将，在你们娘亲未嫁给爹爹之前，曾经与江爵有过一段情。作为男人，要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的爱人，也要勇于承认错误，更要时时刻刻都让你所爱的人开心。当爹的在给儿子传授感情之道，可是某皇叔忘了，这俩加起来才10岁呢，智商再高，可是在他们从未接触的层面还是很茫然的，超纲了。洗完了澡，俩孩子回房睡觉，叶君爵又从女儿房间中偷走了妻子，搂在怀中是美滋滋进入了梦乡。